男人只因喝了一杯可乐，意外穿越到女人的被窝里。我在哪？我是谁？看着丈夫奇怪的动作，唐小玲很是不安。要喝茶吗？我去给你倒。说着，她起身下床，她很快就移开了目光，发现床上正躺着一个小女孩，突然脑子一阵剧烈疼痛。回想出一下脑海中的记忆，才发现他竟然穿越到了一个人家身上。原身这男人吃喝嫖赌样样齐全，在外输钱回来就打老婆，不但输光家里所有的积蓄，甚至连女儿的奶粉钱都不放过，最后连老婆都拿去上了牌桌。他本来可是白手起家到资产100亿的商业气概，没想到正在风光时，却把自己活活喝嘎了，还重生到了这个家徒四壁的破地方。很快，唐小玲倒来了热茶，他接过茶水，谢谢。唐小玲愣住了，满脑子问号。他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妈妈，唐小玲这才反应了过来，赶紧到一边轻拍着女儿。快睡吧，会吵到爸爸的。听着唐小玲小心翼翼的声音，明显是个贤妻良母。茶还喝吗？不喝了。唐小玲悄悄松了口气，她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听到丈夫这么温和的语气，一时间让她有点反应不过来。今天朝阳是怎么了？突然变了个人似的，没有了以前的暴躁，总感觉他身上还有一丝的温柔。前世习惯早起的她让唐小玲见眼神充满了恐惧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今后一定尽量轻点。很明显，她的前夫一定经常对她使家暴，如此善解人意的妻子，还有乖巧可爱的女儿却不懂得珍惜，她心中不由叹了一口气。老婆，我想通了，今后我每天早起也不再去赌了。唐小玲听完一愣，想通了，早起不赌了。妞妞，老婆，你们等我，我去给你们做早饭。女儿揉了揉眼睛的看着自己走进厨房。妈妈，我这是还没睡醒吗？唐小玲看着女儿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母女出来时，桌上已经放着一盘香喷喷的饺子，冰箱里没食物了，先将就着吃吧，我去给妞妞拿牛奶。看着丈夫忙碌的身影，唐小玲总觉得有点不真实。今天我们送完妞妞去幼儿园，我陪你去卖橘子。听完此话，唐小玲顿时一惊，误以为和她出门就是为了拿她的钱。我已经没钱了，你不要再和朋友去玩牌了好吗？放心，我不会去了，只是想让你过得更好，让妞妞上最好的幼儿园。几人刚出到门口，三人就挡住了去路。哟，秦兄弟，时间到了，大伙都等着你呢。看到这几人，唐小玲的雀跃心情顿时削弱了几分，因为这几人都是曹阳的牌友，远近闻名的人渣。以后我不打牌了，你们走吧。你这是打算过河拆桥？昨天可是说好好的，输了你老婆就来陪我们几个，怎么不认账了？就是啊，哥几个可是准备了不少东西要和弟妹玩呢。这几人的话让唐小玲浑身发软，满脸的不敢置信。朝阳，没想到你竟然把我拿来上了牌桌。朝阳内心苦涩，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。前身赌什么不好，竟然老婆都压上。我要说那是被鬼附身了，迷迷糊糊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你信吗？我还真以为你改了，原来你是做贼心虚。曹阳，我恨你，我要和你离婚。说着，唐小玲拉起妞妞就要离开，几人直接把她拦住。急什么啊？给我让开！不管朝阳做了什么，和我无关。你们如果再这样，我就报警。你报啊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他把你赌输了，叔叔来了也管不了。伴随着巨大的心理落差，让唐小玲甚至想当场咬舌自尽。还好前世跟李云龙学了2下，刚好派上用场。这一下把所有人都打得愣住了，连唐小玲都没想到朝阳会动手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，一直欺软怕硬的曹阳居然还有这番身手。岂有此理！你竟然敢动手！我说过了，从今天开始不打牌了，以前的事情也翻篇了，今后再敢骚扰我家人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姓曹的，你输了那么多钱，还打算赖账，信不信老子报警？报警？可以，牌桌输的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，就算打官司也不会有任何法院支持你们讨债。还有，根据治安条例，牌桌金额超过1万元就会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。我了不起进去几天，交点罚金。但你们3个开办过小型的牌场，按照刑法规定，最少也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如果举报你们几个，都等着踩缝纫机吧。这话把那3人吓了一跳，他们并不是真的不懂法律，只不过打牌太久有点肆无忌惮。2人对视了一眼。小曹，咱们也都算是朋友，没必要做这么绝吧，我们就跟你开开玩笑而已。谁跟你们是朋友？以后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，被你们做剧坑钱我心里没数吗？信，你别生气，多大的事啊，我们这就走。走之前给我老婆道歉，没看你们把她吓成什么样了。2人满脸憋屈，老老实实的冲唐小玲弯腰低头。弟妹，对不住了，都是我们的不对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唐小玲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滚，别在这碍眼。几人二话不说，掉头就跑。之前的事情真是我一时糊涂，犯了错我也不说什么借口，但也向你保证，以前的错绝对不会再犯了。看着神情严肃的丈夫，唐小玲脑子很是懵逼，也没多说什么。2人来到市场，一旁的大姐见到有些新奇。哟，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还带老公来了。唐小玲微微一笑，没有搭理他。我先去管理处交摊租，很快就回来。橘子多少钱斤的？8毛。唐小玲说完就匆匆离开。朝阳看了一眼旁边的塑料袋，略微思索，
拿起纸箱皮写了一行字替换了原来的招牌。一旁卖菜的大姐看了一眼，立刻哈哈大笑。牛啊，这主意好，几分钱一个的袋子，卖10块钱，一本万利呀！你老婆嫁给你可真是祖坟冒青烟，我就没见过这样做生意的。他微微一笑，你没见过是因为见识少。我就看你在那耍吧，亏死你！没多久就有人停下来好奇的打量。真的，10块钱一个袋子随便装？那是当然。不会橘子不好吃才卖这么便宜吧？您随便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女子拿起橘子尝了一口，甜，真甜。这你说的，装多了可别说不卖了。诚信买卖，随便你怎么装，只要你能拎走。我要2袋，给你20块。女子开始装橘子，2袋子装得满满当当，直接抱着。这样行吗？说过了，只要您拎得走就行。女人心中一喜，感觉占了便宜，抱着橘子走了。就很快，越来越多的人被这特殊的招牌吸引到原本冷清的摊位前，眨眼间挤满了人，一旁的卖菜大姐都看傻了。10块钱一个袋子，这么好吗？如果我这青菜随便装，会不会有人要啊？唐小玲回来看到摊位前那么多人，还以为和人闹了矛盾，着急的回到摊位一看，傻眼了。你疯了吗？10块钱一袋随便装，这得亏大了。这袋子我看了，满打满算也就装个7、8斤，就算捧在胸口也装不了10斤，基本上稳赚不亏的。但买的人没有秤，和你一样会下意识觉得自己占了便宜。现在卖多少钱了？拿起手机给他看下，500多吧。唐小玲顿时脸色发红，那是极度兴奋。 500多放在往常，我2天都可能卖不到这个数字啊。唐小玲再一次意识到这个男人和自己了解的不一样。你看要不要再进点，还是今天就这么着？那些没买到橘子的人顿时不乐意了。老板，再去进点啊，我还没买呢，排半天队了都。是啊，老板，大伙都等着你的橘子，多进点回来。唐小玲激动的不行，立刻给供货商打电话再送点橘子来。看着一群人拿着塑料袋疯抢橘子，再看看那匪夷所思的销售方式，连批发商都觉得惊讶。你爸不是说他脑子里装的都是江湖吗？还能想出这么鬼才的办法，说不定以前是小看他了。唐小玲听得心里多少有些难过，丈夫在别人眼里是个废物，加上她结婚父母是极其反对。他其实挺好的，可能以前真是怀才不遇吧。从昨晚一直到今天早上做饭，再到现在卖橘子，眼前这男人让唐小玲有种第一次认识的感觉。就这样一直快到中午时间，竟然卖出去差不多3000斤哦！批发商看得咽了咽唾沫，这法子好，今后我也试试。往日里他1个月可能也就赚这点钱，现在半天就把1个月的任务完成了，说话都颤抖起来。挣多少钱？打开手机放他眼前，没多少，4820元，去掉成本净赚2700多。唐小玲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，这可是他1个月才能完成的销售额，他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小伙子，行啊，以后再接再厉，继续加油。走吧，去买点菜，然后去接妞妞放学。小丫头看到这么多肉，顿时惊喜地喊道：哇，妈妈，这都是咱们家的吗？当然，晚上给你做红烧排骨和糖醋鱼吃。太好了，我最爱爸爸了。看到其乐融融的父女俩，唐小玲很是有些恍惚。3人刚到家门口，就看到站着一男子，正是唐小玲的大哥唐明海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好久没回家，爸妈想你了，让我过来看望看望你。爸妈他们不生气了吗？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情了？真有好事情，你是不知道，曹阳他今天……对了，这附近哪有超市？我去买点东西，小曹给我带的路吧。我陪你去吧。一眼就看出买东西是假，唐明海应该有什么话要跟自己说。还是我去吧，好久没和大舅哥见面了，正好多聊聊。以往岳父一家对他的态度都很是不满，这会让唐小玲心里有些不安。果然，两人来到路边，唐明海指着一辆新车，这车落地花了差不多40万，还可以吧？还可以。唐明海一脸严肃，掏出一张卡递了过来，这里面有50万，加上这辆车，房子归你，孩子归玲玲，明天去把离婚证办了，以后互不相欠。大舅哥不用一来就这么绝情吧？我现在已经改了，在小玲和孩子面前，我已经给你留够面子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唐明海说翻脸就翻脸，脸色冷得像冰山一样。小玲在我们家从小到大都跟公主一样，没受过半点苦，跟了你以后整天洗衣做饭，还要自己去卖水果。你呢，喝酒打牌，一事无成。你可以这样混一辈子，但我不会允许小玲和妞妞被你永远拖累。如果你觉得这些钱不够，可以说个数。唐明海从来都没看起眼前这个妹夫，尽管他说的是这具身体以前的主人，但还是有些不爽。给我个机会，只需要几个月，我就能证明自己。你知道什么叫烂泥扶不上墙吗？你就是那块烂泥，一个农村来的土包子。如果不是小玲说你有上进心，铁了心要嫁给你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？现在走还能拿一部分好处。不好意思啊，也许我的身份让你们家被人看了笑话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不要拿钱砸我，你砸不动。给我3个月的时间，我就能赚回来100万的现金。唐明海听得一愣，看傻子一样，忍不住嗤笑出声。我现在才发现你别的本事没有，吹牛的功夫倒是一天比一天厉害。3个月赚100万，你以为钱都是大风刮来的？钱当然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但我能找到每一个让钱刮过来的风口。你现在比我强，但最多1年，我会让你只能仰望，
如此狂妄自大的话，让唐明海觉得他简直就是个疯子，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把这家伙脑袋揪下来。我懒得跟你废话，总之你马上和小玲离婚，不然……我也说过了，我会离婚，车和钱你自己留着吧。说完，转身回去了。唐小玲看着两人的脸色有些担心。你们俩没什么事吧？没什么事，大舅哥鼓励了我一番，让我有更加充足的动力去进步。真的呀，哥，他今天真的改变了很多，晚上你留下来吃饭，到时候我跟你细说好不好？看着妹妹脸上的恳求之色，唐明海勉为其难的跟着进屋。看着这里的陈旧家具，唐明海撇着嘴，东西都旧成这样了，还不扔，也不怕别人笑话。唐小玲立刻把他推进了厨房。哥，曹阳今天表现挺好的，他还想出了很好的销售策略，帮我赚了很多钱。小玲，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就他那样能想出什么好主意，还帮你赚钱，不把你钱败光就算帮忙了。唐小玲被噎了回去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时唐明海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听了几句脸色一变，立刻拿出笔记本电脑快速打开设计软件。葛总说了，你的设计太老套，完全没有新意，现在要转投其他家。唐明海，亏你还是做了这么多年的老设计师，一下就把客户劝退了。是，我正在修改。葛总说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，他会亲自和你说清楚诉求，而且3个小时内要见到新的设计图，如果完不成，他就撤销合作。这可是价值超过1000万的大单，真飞了！你这个月不，你今年的奖金都别想要了。在厨房的他依然听见电话的说话声，想起前世自己做过房地产，对设计这还是了如指掌，便出来看个究竟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既要简约，但又要足够高档奢华。你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，如果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我们的合作就此作罢。挂完电话，他便匆匆出门。看到唐明海那些设计理念，他很清楚，无论唐明海怎么改，最后一定会失败。大哥好像遇到了设计上的难题。他这种设计人家不接受是很正常，上层人士要的简约是环境，奢华是内涵，他理解错了。你怎么知道他理解错了？你学过设计？学过一段时间。唐小玲有些疑惑，最后还是忍不住问：那你能帮到他吗？帮是能帮，但他未必愿意。唐小玲苦着脸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他叹了口气。行吧，那我试一下。他坐到电脑前，鼠标轻轻一点，把之前的设计方案删得干干净净，这把唐小玲看傻眼了。他没保存，你怎么把他的设计图删了？他得意的笑了笑。就算他完成了设计，客户也不会满意的，留着也没用。说完，动作娴熟的开始操作起来，各种快捷键用的炉火纯青。唐小玲忐忑的心逐渐安定下来。回到屋子的唐明海见此一幕，嘴巴张得老大。滚开！谁让你动我电脑了？哥，他是想帮你设计的。他帮我设计，他懂个屁！在看到电脑里全新的设计图时，心中有些不祥预感。我设计图呢？我删了。顿时更加愤怒，甚至有吃人的冲动。你特么有病吧？谁允许你删的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刚要动手，手机就响了。葛总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图呢？唐明海欲哭无泪，看了看眼前的设计图，咬了咬牙。已经完成了，我先发给葛总看。唐明海挂掉电话，把现有的设计图发送过去。如果这一单飞了，你给我等着！唐小玲看着丈夫被骂，实在看不下了。哥，他也是好心帮你。他好心，我在这一行做了10几年了，都满足不了葛总的要求，他又算哪根葱？还有，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他蠢，你也跟着犯蠢。如果做不成，我不但工作要丢，可能还要赔好几百万。唐小玲脸色苍白，眼眶发红，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。事情还没出结果，何必说的这么难听？你还敢出声？谁给你的权力删设计图？你才特么！这时他手机又响了。成了，葛总说这次的设计图非常满意，你马上来公司当面和葛总沟通，我准备合同签署的事情。唐明海一怔，很是高兴起来，很快又掩饰的平静下来。怎么样，客户满意吧？哼，满意个屁！老总快把我骂死了，要我现在就回去给一个解释。闯这么大的祸，你给我等着！他转身就要走，才注意到桌上的几盘菜。这家伙什么时候会做菜？香，真香！见大哥走得如此焦急，唐小玲一脸的忧心忡忡。别担心了，我的设计不会有问题。他现在估计是回去和客户签合同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很了解这些有钱人在想什么。唐小玲白了他一眼。你又不认识有钱人。另一边，唐明海赶到了公司。你就是唐设计师吧？这次的设计真不错，我从来没见过如此高端大气的设计，完全符合我心目中对房屋设计的要求。看来你们辉煌设计的确有2把刷子，不愧是业内的大公司。一旁的总经理钟树文跟着笑起来。小唐本来就是我们公司水平最高的设计师之一，能让葛总满意也是我们的荣幸。那什么，小唐，葛总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，你和葛总解释一下。唐明海连忙点头，随后葛清泉指着屏幕上的设计图问道：我很好奇，这条贯穿了整个房屋的线条究竟是用什么做的？唐明海看了一眼，这下把逼挺了，图纸不是他设计的，支支吾吾，只能瞎编了。这石膏板啊！葛清泉微微一怔，皱了皱眉。我看到这里的卧室好像是整堵墙都砸掉了，但看不明白中间虚拟的线条是代表什么。唐明海心里不禁苦涩，我特么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啊！
他又不敢怠慢，接着瞎编。这是个挂件，到时候根据整体设计。葛清泉眉头皱得更紧，直接打断他的解释。这里应该是花园吧？看起来好像未完成。是的，因为时间太紧了。那你现在和我说说剩余的构想。唐明海此时真想找个地缝钻了进去，只能绞尽脑汁讲述尽可能和设计风格贴近。葛清泉只听了一半，脸色很是阴沉。唐设计师，你确定这个设计图是你自己设计的？为什么我感觉你所讲的和设计图上的理念完全不一样？唐明海不停擦冷汗，左看看右瞧瞧，没有地缝钻。这个，葛总，您是哪里觉得不满意？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再进行更改的。不用了，整个设计图只有你拿来的这部分我喜欢，但你所说的每一个设计都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。如果你的构想就是这样，只能说白瞎了这个设计图。不好意思，你们公司的设计我不满意，告辞。说着转身就要走，钟树荣赶忙拉住他。小唐，你搞什么鬼？设计这么好，怎么讲出来的一点新意都没有？唐明海心里那个苦啊，他咬咬牙，只能躺平了。其实这个图是我一个朋友设计出来的，但他不是公司的人，所以……听到设计师另有其人，钟树荣气得脑瓜子要炸开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不是公司的人怎么了？既然是人家设计的，你干嘛不把人带过来？赶紧把你朋友喊来，和葛总解释清楚。葛总您稍等，我马上把他请过来。唐明海很是无奈，只能飞快的开车去请曹阳。来到家中，唐明海满脸尴尬，唐小玲则忐忑不安。哥，是不是老板骂你了？真对不起，曹阳他只是想帮你忙，而且也是我主动让他帮忙的，真不怪他。他解释的越多，唐明海脸色就越难看。老板说让曹阳过去解释设计图。这怎么回事？唐小玲疑惑不解。没事的，我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一会把你的设计理念和葛总说清楚。记住了，葛总是个很高傲的人，如果他说什么难听话，你也别当面反呛。这可是上千万的大单，能搞定，我会给你一部分好处。见设计师本人到了，葛清泉直接指着刚才问题问道：这代表什么？瀑布。葛清泉愣了下，其他人也愣住了。瀑布，国人对于风水很讲究，葛总的年龄应该对这个也是在意的，所以在整个设计中会在花园里做出一部分人工溪流，就是空白没来及画出来的那部分。一番的解释下，葛清泉听得眼睛发亮，他要的奢华感就是这种感觉。那这里呢？这里是楼梯，采用力学设计，看似没有支撑点，实际上是依靠自身的重力达到各方面的平衡。接二连三的问题抛出来，几乎把整个设计都问了一遍，越问他就越兴奋。葛清泉十分满意的拍着曹阳的肩膀，这设计我很满意，如果最终效果能和你说的一样，我愿意追加100万，不，给你个人200万的奖金。唐明海听得眼睛都直了，他自己累死累活1年下来也就赚个180万，可曹阳仅仅拿出一份设计图，葛清泉就许诺多给他200万奖金，他真想给自己一巴掌，是不是在梦中？不过我建议葛总现在不要签约，不然的话可能会吃个大亏。葛清泉一愣，唐明海两人更是心头一跳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葛清泉摆摆手，有点好奇。不用急，我想听听这位小兄弟为什么建议我不要签约。我不光是建议不要签约，还建议你把房子退掉。这回唐明海更是急眼了，不断给自己使眼色，但他没有搭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栋别墅应该是别人抵账给葛总的吧？葛清泉愣了下，心里的兴趣更浓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知道您本身就是一个开发商，这栋小区不是您建的，从来没有种菜的，还跑去别人家买萝卜的道理。葛清泉听得哈哈笑起来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如果不是非常的便宜，想必葛总也不会同意用来抵账。但你想过没有，对方为什么会愿意用低价抵账？这栋别墅的市场价值过亿，我猜他能抵账的数额不超过3000万。葛清泉听得眉头微皱。你的意思是这里面有猫腻？有没有猫腻，您可以好好调查一下。旁边的钟树荣和唐明海内心正在发狂，这是上千万的大单，只要签约，不管以后装不装修，都会得到300万作为设计费。曹阳这下给搞糊了，此时两人有吃人的冲动。抵账给我的是圈内一个朋友，按道理来说不会坑我，但我对你有种莫名其妙的信心，这事我会让人查一查，如果真查出问题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，但如果没查出问题，你可是要负责。曹阳微微一笑，您尽管去查，直觉告诉我，你会庆幸今天来这里的。葛清泉立刻拿出手机拨了过去，趁此机会唐明海则是把曹阳拉出办公室。你搞什么鬼？人家都要签约了，你突然来一句让他不要签约，故意坑我吗？他那栋别墅我真觉得有问题。还在这里胡说八道，万一查不出来问题，你觉得自己能担得起这个责任？你就不能信我一回？这事我有很大把握，只要葛总查出来真相，对你是有好处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本来还想跟你走狗相运，能帮我把这单签下来，结果你却想着要坑我。虽然说的是原身的主人，看着唐明海的冷嘲热讽以及充满厌恶的表情，很是恼火。行，既然如此，那我走了。唐明海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惹出麻烦来就想走？我不管那么多，反正今天这事如果搞不定，你必须和薇薇离婚，还有你1分钱都别想要。他得意的笑了笑。好，如果我判断错了，回去我就和他离婚，但如果我对了呢？他嗤笑出声。如果真对了，我给你磕头认错。如果我对了，也不用你磕头认错，以后见了我低调一点，老老实实喊一声妹夫吧。
这时，钟树荣满脸惊喜的从办公室里跑出。曹先生，快来呀，葛总找您呢。出问题了。曹先生真是太牛，你们猜怎么着？那栋别墅真出问题了。唐明海顿觉两眼发黑，脑袋都要晕了。回到办公室，他上前握住了曹阳双手。曹先生的判断太准确了，我让人查了下，还真查出一些事情来。那栋别墅已经抵押给了好几家地方银行，如果我把这栋别墅接手过来，以后不知道要有多少麻烦。葛总说的没错，曹先生仅凭一点蛛丝马迹就能做出精准判断的人，简直是神了。小唐啊，你这朋友真是不得了，以后肯定是人中龙凤，注定要飞黄腾达呀。钟总这话说的，要我说，曹先生现在也是人中龙凤。两人一唱一和的夸个没完，唐明海在一旁是越听脸越白。这家伙竟然判断对了。等会我要去处理这栋别墅的事情，就不多待了。钟总，你把合同拿过来，就按我之前说的，无论我什么时候装修，这一单现在就签，我马上打钱过来，预付款300万。钟树荣高兴的不行，300万的现金打过来，这可是不退的定金，等于已经进他口袋。哈哈哈，曹先生，你也提供一下账户吧，你这一句提醒给我免了上亿的大麻烦。我也不说别的，除了之前说过的200万奖金，我现在多给你300万当做感谢费。唐明海在一旁听的心情无比复杂。感谢费就算了，我也没做什么，只是顺嘴这么一提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听到此话，葛清泉欣赏之色更浓了几分。能问一下，曹先生现在工作是什么吗？我的公司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如果曹先生愿意，我可以出比你现在收入高2倍的价格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不是很满意，我们也可以再商量具体的数字。曹阳露出歉意的表情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主要是帮老婆卖水果，设计也只是顺手帮一下忙而已，至于以后应该也不会走设计这条路。原来如此，那就更令人钦佩了。但还是那句话，我公司的大门永远向曹先生敞开，只要你愿意，随时可以来找我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另外，以后如果有需要曹先生帮忙设计的，无论房屋大小，设计费最低200万，上不封顶。唐明海听得头晕目眩，让他很是气恼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帮葛总设计倒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我并不是设计师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可以和这位唐设计师联系，他是我大舅子。葛清泉一怔，随后脸上堆满笑容。原来都是一家人啊，我说呢，那以后我的装修设计就拜托唐设计师和曹先生了。说完便转身离去。唐明海心下又是愧疚又是感激。钟树荣拉着唐明海一旁，你有这么厉害的妹夫，怎么不早说？想想办法把他拉咱们公司来，我可以给他设计总监的职务，年薪100万起步。回到车里，唐明海许久才缓过劲来。你什么时候学的设计？有一段时间了。钟董说，如果你愿意来公司，可以给你设计总监的职务，年薪100万起步。我对设计没有太大的兴趣，还是算了吧。这让唐明海对这个妹夫有点难以理解，明明一事无成穷的叮当响，却坚定不移的拒绝了100万年薪。哥，怎么了？客户是不是很生气啊？我替曹阳向他道歉，如果需要赔偿的话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客户挺满意。唐明海表情也略微有些尴尬。他说的没错，客户的却挺满意的，已经签单了。唐小玲这才稍微松了口气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对了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去把菜热一热，你先吃点。我还有点别的事情，下次再吃吧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吃顿饭再走吧。在唐小玲惊愕的注视下，唐明海迟疑的点头。那行吧，那什么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唐明海率先进屋缓解尴尬。大哥怎么突然这么听你的话？可能他想明白了，发现我的优秀之处吧。等出来的时候，唐小玲已经把菜都热好了。哥，这些都是曹阳做的，很好吃，你尝尝。唐明海尝了一口，讶然的看向唐小玲。都是他做的？对呀，好吃吧？我也是刚知道他这么会做菜。以后我不喝酒了，今天以茶代酒，以前有什么做不好的地方，在这里我向你道歉了。唐明海忽然觉得有点不认识眼前这个人了。哥，你别愣着。唐明海回过神来，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捧杯。我知道以前确实很混蛋，你看不起我是正常，我也不说让你立刻改变看法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看我表现，倘若我还是一如既往，离婚的事情你说了算，但我可以保证你不会有这种机会。此话一出，唐小玲满脑子问号。什么离婚？没什么，大哥也是在激励我而已。以前我就是因为太缺少压力才会不积极，现在压力有了，自然会努力一些，这是好事情。尽管曹阳的解释，可对唐小玲却是很难接受的事情。我说你怎么会好端端跑来，原来是让他和我离婚的。小玲，我……唐小玲打断了他的话，满脸的坚定。我知道你们是好意，我也要告诉你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曹阳以前是不怎么样，可他是我的丈夫，他没出息，说明我眼光不好，我会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，而不是遇到问题就用离婚来逃避。如果你是为了这种事才来我家，那么请现在就离开，以后也不欢迎你再来。唐明海一脸苦笑。我承认今天说话的确有点鲁莽了，那还不是看爸妈整天因为你的事情唉声叹气，心里烦躁吗？因为这件事导致饭局的氛围并不融洽，唐明海没有多待，扒了2口饭就离开。曹阳想去送他，却被唐小玲拦住。别理他，让他走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怎么说也是自家人。唐小玲看着他，一脸古怪。
如果不是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我真怀疑现在的你是不是我丈夫。他都让你和老婆离婚了，你还去送他，什么时候心胸这么宽广了？以前小心眼，现在想开了就变了。变你个头！哼！一向柔弱的唐小玲今天突然强势了几分。反正我不管他和你说了什么，总之一句话，想和我离婚，除非我死了。他坚定不移的样子让曹阳欢心里发颤。你就不怕我再变回去吗？也许离开我可以找到更好的。唐小玲忽然上前搂住丈夫。其实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很大的压力，谁会愿意整天被人嫌弃呢？你只是怀才不遇而已，并不是真的没有本事。就算你真的变回了从前，你也是我唐小玲的老公。他轻柔的话语让曹阳眼眶发红。我不会变回去的，我会让你幸福，让你知道自己没有嫁错人。唐明海一进家门，母亲宋月如就走过来。怎么样了？那小子答应了没有？什么时候离婚？唐明海摇摇头，估计短时间内不会离的。不离？你没跟他说会给他钱，连房子都给他吗？说了，可人家根本不在乎这些。父亲唐景松立刻起身，不在乎？他有什么资格不在乎？当初如果不是我给他买房子，现在他还得住出租屋，怎么的？几十万现金，价值上百万的房子他不要，还想要什么？就是啊，这小子胃口也太大了吧，这都不满足。唐明海叹了口气，爸妈，我觉得这事还是以后再说吧。其实曹阳这个人本事还是有点的，你们不知道，今天他帮我画了个设计图，让一个房地产公司老总看上了，当场给他几百万的好处费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他1分钱都没要。两人听完一愣，曹阳可是个穷小子，他俩可不相信。明海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小玲又求你了？你怎么突然替曹阳说好话？你妹妹她现在再怎么可怜，那都是自找的。你如果真想帮她，就应该让她尽早离婚，而不是因为她说2句求情的话，就昧着良心在这撒谎骗我们。爸妈，我没撒谎，这事是真的。行了，这么点事都办不好，我亲自去。如果她还是不答应，我就当场和她断绝父女关系。唐景松气冲冲的就要往外走，唐明海连忙拉住他，并不断的冲宋月如使眼色。你先消消气，小玲她就是一时糊涂，也可能觉得下不来台。这样过2天我去找她再说说。说，一天到晚的搞这些糟心事，就曹阳那种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，不抓紧离婚，等着让人看多久的笑话。第2天，他正在计划下一步的赚钱计划时，唐小玲一个电话打了过来，快去医院，妞妞出事了。二话不说，立刻就往医院跑。妞妞怎么了？唐景松立刻冲了过来。你个王九蛋，害我女儿还不够，还要害我孙女，我今天非嘎了你不可。唐小玲两人连忙把他拉住。别说他揍你，连我都想揍你。自己女儿是有问题，你就一点也没发现。唐小玲眼睛通红，却还是为丈夫做解释。妈，这真不怪他，这种病本来就很难察觉的。什么难查？我就问你，你们来医院检查过，哪怕一次？妞妞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妞妞是急性肾病，在找到替换的药子之前，每天都要依靠药物和血液透析来防止病情恶化，否则一旦引起其他脏器的衰竭，就没法救了。现在一天要上万块的治疗费，觉得自己能负担得起吗？曹阳听得愣了神，没想到小丫头的病会如此严重。爸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，以后我们一定会努力赚钱还给你的。帮可以，但是你要马上和这个兔崽子离婚，否则你们自己想办法。唐小玲又气又急。爸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们离婚？为什么？他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没数吗？嫁给这样的人你不觉得丢人？我不觉得有什么丢人，他是我老公，而且他现在已经改了。小玲啊，这是真不是你爸的错，他说的对，离婚对你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，听妈一句劝，跟他离了。妞妞的病我们来想办法。唐小玲只能求助的看向大哥唐明海，然而他却侧过脸去，看到大哥同样的态度，唐小玲几近绝望哭喊：你们一定要逼死我才甘心吗？她是你们的孙女啊！唐家人打算借这件事逼着他俩离婚，让他实在忍不下去，他一把拉住唐小玲。小丫头的病我会自己想办法，不用你们操心，也请你们不要用孩子来要挟我们离婚，这是很上不了台面的手段。我们上不了台面，你也不撒泡水照照自己，你上得了台面吗？郝阳，你难道打算找葛总帮忙？我没打算让谁帮忙，我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这件事，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罢。好，很好，我就看你怎么解决这件事。说完拉着宋月如怒气匆匆离开。爸妈都是为你好，你自己也好好考虑一下。父母的态度让唐小玲痛哭出声来，见两人都不搭理他，唐明海只好跟着离开。没事的，有我呢，都会好起来的。可是现在怎么办啊？大夫说就算能找到免费的腰子，手术费也得几十万，我们上哪弄这么多钱去？这时一名护士走了过来，你们先把这2天的医疗费给交一下，马上要进行血液透析了。我去交钱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别哭了。唐小玲擦着眼泪，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。要不然我们找葛总帮忙吧，就算利息高点也行。他摇了摇头，钱好还，人情难还，这是我心里有数，暂时先不找他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他走向缴费大厅，然而他并没有去缴费，挠了挠脑子，突然眼睛一亮，根据前世记忆里来钱最快方法当然是古董捡漏。说着，他来到一家古玩店，在柜台前扫视着，
他眼睛一亮，发现了自己要的东西，清代青花瓷。小伙子，买一个吗？这两个多少钱？你说个价吧，反正是开摊生意。老板，你这些东西我也看不懂，我老婆叫我买个回去装奶粉。哪知道摊主不屑地说道：少来这套，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来这里捡漏的都这么说。上次有个小伙说他啥也不懂，套走我一个玉佩，结果转手卖了10几万。我滴个乖乖，这老板也太能编了，也懒得跟他啰嗦了。这两个5000块钱卖不卖？低于2万不卖。摊主很是牛逼，反正只要有人问价，他就狠狠地宰一刀。他放下罐子，那你留着吧。小伙子，价一点，这个可是防晚清的。听到这句话，他都笑出声来。原来摊主把罐子看成仿制品了，这也难怪古玩市场这水太深，没有一定的眼力，谁能看这么准？这样吧，2个8000卖不卖？凑个整嘛，1万拿走，我也不蒙你，这是仿品最好的一件。看店主说的这么认真，要不是他有前世记忆，还真的被他忽悠了。行，1万就1万。付了钱，拿着罐子直接走人了。回到医院时，看到唐小玲正和护士争吵。怎么可能没交够？我老公明明去交了治疗费的，肯定是你们医院打错账了。不可能错账，你看根本没有入账记录，我特意找收费出药的。看着护士手里的证据，唐小玲气得脸色通红。怎么回事？唐小玲抬头咬着牙问：你交了多少钱医药费？曹阳立刻把手里的古董递给他看。治疗费我还没交，钱拿去买了这个，这东西价值不菲，明天我去卖给一个古董大师就能换来。陶阳，唐小玲咬牙切齿，双眼通红，仿佛要吃人的母狮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是我们唯一能给妞妞治病的钱？你知不知道，这是妞妞的命？你听我说，这杯子真的很值钱，你看上面的花纹，它其实是300多年前。我不想看什么狗屁瓶子。唐小玲牙齿都要咬碎，满面凄凉。曹阳，无论任何时候，我都和爸妈说，你以后会好起来的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以为你真的改了，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女儿最后1万块救命钱你拿来买这破东西，爸妈说的对，嫁给你是我瞎了眼。他疯狂的踢打着，只能全力护住另一个瓶子，倘若这个也碎，女儿的命可就真的没了。这连一旁的护士都看不下去了。你赶紧走吧，真没见过你这种男人，也不嫌丢人。曹阳满脸苦涩，唐小玲现在情绪失控，他只能先行离开。到了深夜，他才悄悄的回来。唐小玲虽然睡了，但脸上还挂着泪痕，显然一整天都在哭。曹阳心里隐隐作痛。爸爸，你来了。小丫头显然是因为疼才睡不着，她的身体都在微微颤抖。她满脸疼惜的问：疼吗？她很努力挤出笑脸：不疼的。一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，却已经知道忍受痛苦，不想让爸爸妈妈难过。爸爸会让你好起来的。小丫头眨了眨大眼睛，用力点头，甜甜的笑着。我相信爸爸，爸爸最厉害了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在女儿的额头上亲了一口。爸爸去给你赚钱治病，乖乖的听医生话，等我回来。她满脸不舍看着爸爸离去的背影，就好像她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如果死了，就再也见不到爸爸了。走出门外，曹阳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已经是过去，我会让他们母女俩过得比谁都幸福。这一巴掌代表她和过去的那个男人彻底告别。病房里，唐小玲缓缓睁开了眼睛，她知道丈夫已经来过。妈妈，你别生爸爸的气好吗？我不想看见你们吵架。看着女儿苍白的脸蛋，叹出一口气。妈妈也不想吵架，可是她知道曹阳不是要害女儿，只觉得丈夫太幼稚，觉得那瓶子根本不可能是古董。忽然，唐小玲仿佛下了什么重要的决定。妈妈会让你好起来的。女儿用力点点头。我相信妈妈，也相信爸爸。第二天一早，唐明海来了病房，唐小玲满脸恳求：哥，不管怎么样，她是我的女儿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要保护好她。唐明海有些疑惑：你要干什么去？是要找谁去借钱吗？你应该知道，这年头除了自己家人，就算是表亲都不乐意借钱的。我知道的，只是出去办点事，很快就回来。那行吧，我先帮你看一会。唐小玲看了一眼女儿后，转身离开。出了医院，她掏出手机拨出去一个号码，那是她昨天上厕所时看到的。哪位？唐小玲有些紧张，下意识握紧了手机。你们是买腰子的吗？你要卖吗？多少钱？一个腰子25万，2个60万。此时的曹阳并不知道唐小玲已经决定要卖腰子，他正站在古玩街打量着来往的行人。如果记忆没出错的话，那位收藏家就这2天会来古玩街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丝机会。等到中午的时候，果然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，正是自己的目标何元良，立刻走上前去将他拦住。请问是何先生吧？何元良疑惑地看了他一眼。你是哪位？您好，我叫曹阳，我们并不认识，但我听说过您的大名，今天冒昧拦下，主要是想和您做笔生意。我这里有个古董瓶子，您看了一定会喜欢。何元良接过来扫了一眼，立刻眼睛发亮。这是清代的皇家青花瓷？没错，您果然见多识广，一眼就看出这物件的来历。何元良呵呵一笑，的确是个好东西，你打算卖多少钱？30万。何元良一听，立刻把瓶子还给他。价格太高。记得上一世，何元良淘到这件青花瓷后，没2年就以100万的价格出手了，怎么会不愿意要呢？难道自己重生了，产生蝴蝶效应？说实话，我更喜欢自己捡漏，
花小钱买真东西，而不是花高价去收购，不然的话也没必要来这种地方了。不好意思。何元良迈步就走，急了，连忙拉住他。那你愿意出多少钱？据我所知，这种皇家青花瓷应该是成双成对的。如果你是一对，我倒可以拿出30万来，但只有一个的话，最多5万。这个价格和他心里价差太多，女儿的病要花很多钱，5万块钱起不了什么作用。不能加点吗？这个价格实在有点低。看来你是不愿意了。何元良摇着头迈出步子，曹阳再一次拉住了他。不是和你说了吗？我只喜欢自己捡漏。如果你想卖给我，我不会出太高价格。说实话，5万块我都觉得高了。现在你想卖我，最多给2万。20万，我送给你一个消息，很重要的消息。何元良笑了声，看傻子一样看着他。你所谓的重要，不一定真对我很重要，而且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消息能值这么多钱。如果是关系到你父亲的生死呢？何元良愣了下，脸色有些难看。你想干什么？威胁我？我没有要挟你的意思，而是想告诉你，你父亲何庆九先生即将发生意外。如果你愿意支付给我20万，我会告诉你具体的情况，否则的话，你回去的时候可能就要当孝子了。何元良气得浑身发抖。混账，你这个人未免也太歹毒了，卖东西不成就诅咒我，别说20万了，就算2块钱我都不会给你。我知道你不信，你不妨打个电话提醒他一下，如果事情是真的，你父亲会捡回来一条命，如果事情是假的，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，验证了真假，你再掏钱。何元良盯着他半晌，很想知道这个人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，但关系到父亲的生死，让他不敢无动于衷，最后咬着牙。行，那你说说，我父亲到底会发生什么意外？我先说好了，如果这事是假的，我一定会告你敲诈恐吓。听到这句话，曹阳心里一喜。你父亲现在应该在一家酒楼和朋友吃饭，你需要提醒他，今天会刮大风，导致招牌坠落。他要么等招牌落下再出来，要么直接让人去把招牌加固。连他父亲现在做什么都能说出来，他觉得有点意思，拿出手机给父亲拨了过去。爸，你现在在哪？昌盛酒楼，跟你王叔他们聚餐呢。怎么，你回来了？那正好，一块来喝点。何元良浑身如触电一般。爸，现在那边刮风没有？他父亲朝着外面望去。还别说，正刮大风呢。你说这天气来的时候还晴空万里，这会天黑的跟锅底一样。何元良心里一惊，连忙说：爸，一会你千万不要出去。为什么？有人说昌盛酒楼的招牌快倒了，我怕砸到你，要不然你让老板派人去看看。哈哈，你小子倒是会关心人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他又叮嘱了几句才挂断电话。他疑惑不解地看了看曹阳。你确定招牌会砸到我父亲？之前很确定，现在不知道了，毕竟你已经把消息告诉了他。何元良犹豫着，却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等啊。曹阳也不着急，只要招牌落下，以何元良的品性一定不会赖账。1个半小时后，何庆九到了门口的时候，他脖子一缩，忽然想起儿子的叮嘱。听说你们家的招牌不太稳当，找回人去看看。刚说完，一块巨大的招牌从天而降，重重地砸在地上，吓得几人瑟瑟发抖。何庆九脸色发白，如果他没有想到儿子的提醒，这招牌100%送他去西天。老何，多亏你提醒了一句，不然咱们这会走出去，怕是要见阎王爷了。另一边，何元良有点等得不耐烦，一时没声没响，看来你失算了。我觉得你可以先打个电话问问，免得他忘了。话刚说完，他的电话响了。儿子，这次可真是多亏你了，要不然老子真要去见阎王了。何元良听得心头一紧。招牌真的掉下来了？是啊，我本来都想出门了，临时想到你说招牌的事情才退了回来，结果招牌直接砸下来，外面的地板都被砸出一个大坑。对了，你不是说有朋友提醒你的吗？是哪个朋友？我一定得当面感谢他才行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行，回头有机会再说，我还有点事情，先挂了。挂断电话后，何元良上下打量了他一眼。你找人把招牌推下来的？曹阳一愣，哑然失笑。我虽然很想赚钱，你觉得为了20-30万的小钱，需要请人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吗？他也认为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这让他更是感到不解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学过一段时间的易经相术，时灵时不灵的。之前见你的时候，就看出你眉心有黑气，就拼了一把，没想到真的应验了。通过前世的记忆，加上自己的胡编乱造，让何元良彻底屈服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救了我父亲一命，把账号给我，我给你打钱。他立刻把银行卡号调了出来。何元良一边对照着汇款，一边道：你既然会风水相术，干嘛不深研此道？这一行入门不易，比古董捡漏难多了，也高端多了。这玩意时灵时不灵的。对了，还好，万一错了，容易误人。你的品性还算不错，起码没有学会点皮毛就出去招摇撞骗。忽然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请你为我也补上一卦，算算我想做的事情能否成功？不管最后对不对，我都会支付酬劳的。你可以开个价。他父亲的遭遇让他对曹阳隐隐有些佩服。他失败了太久，已经有点着急。曹阳假装思索一番。从面相来看，你像是在找人，古董捡漏应该只是路途中打发时间吧。何元良听得身子一颤，随后满脸激动。你这风水相术的本事可不是入门那么简单，能一眼看出我是在找人，太厉害了。大师，请您务必告诉我，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个人？只要对了，我愿意再给你30万，不
300万都行，能一眼看出我是在找人，太厉害了。大师，请您务必告诉我，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个人？只要对了，我愿意再给你30万，不，300万都行。有着前世的记忆，要完成何元良的愿望，对他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。你要找的是一个女人吧？想找到这个人并不容易，而且就算找到了，他也未必愿意见你，因为他现在应该是家庭圆满，夫妻和睦。说到这，他突然惊讶停顿一下，奇怪，我怎么感觉他的孩子好似与你有什么牵扯？该不会是你的骨肉吧？何元良听得当场就炸了，让他毛骨悚然。他要找的那个女人，是他在外游历时一见钟情的女子。您果然是不是出的大师，没有错，我的确在找一个女人，她对我很重要。也许您说的对，就算找到了，她也未必会见我。但如果真像您说的这样，她生的孩子可能是我的骨肉，那么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到她。大师，请您一定要帮我。说着，他拿起手机操作了一番。我已经打过去300万的酬劳，只要您能帮我找到他，就算再给300万，我也愿意。瞬间得到300万的巨款，孩子救命钱如今已解决了。他很是诚恳地向何元良深深鞠了躬。何先生，这笔钱对我很重要，是孩子的救命钱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你离开荣城，去西北方最大的城市拉穆尔，你要找的人就在那里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启程去拉穆尔。如果真能找到他，到时候我会再回来当面感谢曹先生。这个瓶子就当是我们的信物，先放在曹先生这里。说完，两人各自离开。到了医院，发现唐小玲不在，只有唐明海坐在病床旁边。爸爸回来了。唐明海则满脸黑，自己女儿这么重的病，一天不见你人影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小玲呢？这都2、3个小时了还没回来，你们夫妻俩真是一个比一个心大。他心中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。出去2、3个小时了，他没跟你说去哪了吗？没说。他立刻拿出手机给唐小玲拨了过去，结果电话始终没有人接。唐明海似乎看出了什么，他没接。没有，我出去找找，妞妞暂时交给你了。交给我？医院那边催着交医药费呢，你先把钱给了再说。我已经付过医药费了。说完转身离开，走到大厅时，一名护士对保洁阿姨说，陈主任说厕所的门板上被人张贴了卖腰子的黑广告，阿姨你去清理一下。这群伤天害理的东西又偷偷跑来贴广告，真是烦死人了。听到这话，脑海中猛然浮现起一个可能，厕所卖腰子的广告，唐小玲。他顿时觉得极有可能，立马冲上厕所。臭不要脸！他可顾不了那么多，果然门板上看到了广告电话，二话不说掏出手机拨了过去。哪位？你们那可以卖腰子吗？当然可以，你要卖？我急用钱，现在就想卖。你那等着卖腰子的人多不多？如果多的话，我就不过去了。对方并没有想到这句话暗藏的深意。不多，就一个女的刚做完检查，你现在过来的话，她的手术应该也完事了。来吧，我们高价买腰，不吃亏的。女的？还有女的敢去卖腰子？这得家里穷成什么样了？想要钱嘛？听说是他女儿生了重病，家里男人又不顶用，没办法。他猛然一惊，几乎已经可以确定那个女人就是唐小玲，于是用镇定的语气说道：那你跟我说下地址吧，我现在过去做检查。对了，你不会骗我的腰子割完不给钱吧？这句话让对方彻底放松了警惕。怎么会呢？我们可是正规的有偿换腰子机构，又不是非法的买卖组织，你尽管放心。地址是……上了出租车便报了警。没多久到了一处位于偏僻郊区的农房，敲了10几下门才有人打开一条缝隙。干嘛的？刚才打电话和你们说过的，卖腰子。那人十分警惕，没有开门，而是借着缝隙不断四处看是否有陷阱。曹阳做出一脸不耐烦的样子。开不开门啊？我等着这笔钱去翻本呢。你们如果不买就算了，我再找其他家，耽误老子时间。语气很是逼真，那人这才开了门。国内对这个抓得严，我们也不想惹麻烦，理解一下。进了民房，男人上下打量着他。输钱了，看你这样子，输不少吧？没多少，几百万而已。等我拿了钱，分分钟就能回本。那人哈哈一笑，满心都是鄙视。你在这等着吧，一会有人带你去做检查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还没谈钱呢，而且我也得看看你们是怎么手术。就这破地方，我真怕自己挂在手术台上。放心，我们的手术室和这里不一样，很干净的，保你平安无事。曹阳摇摇头，不行，无论如何我都得亲自看一眼。我只是想翻本而已，你要不然看我现在就走。反正买腰子的不是你们一家，刚才来的路上还有人联系我呢。那人被影帝级别的演技震慑住了，犹豫了下。行吧，刚好有个女的已经做完检查，正准备手术呢，你顺道过去看看环境。不过手术的过程是不能看。谁要看手术过程啊？血腥又恶心。男人带着他来到手术室，果然躺着正是唐小玲。不过一切立马冲向推开那几人，顺手抄起旁边的手术刀指向那几人。都给我滚开！谁敢碰他，老子嘎了你们！一屋子人满脸愕然，唐小玲感觉就像在做梦。玲玲赶紧起来，我已经赚到给妞妞治病的钱了，你不用卖腰子。带他进来的男人顿时勃然大怒，仿佛要吃人。好小子，竟然敢这么演我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所有人凶神恶煞，如同野兽一般就要冲过来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，不然一会想走都走不掉。
说着，把手机掏出来打开了免提。他们准备行凶打人了，你们怎么还没到？我们已经派遣附近的同志赶往现场了，另外刑警大队也已经出发，你先躲一躲，不要和他们正面冲突。听到女接线员的声音，一个个护视着都有些不安。我的手机已经被定位了，他们很快就会找到这里来，有能耐别走，老子一条命换你们这群人渣坐牢，值了。看着曹阳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所有人互视了一眼，立刻往外跑。转过身来，满脸愤怒的唐小玲狠狠瞪着这个男人，就是一巴掌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们，只要卖掉一个腰子就能换来女儿治病钱，现在你把人吓跑了，是想害死女儿吗？王九蛋！看着眼前愤怒的女人，曹阳反倒松了口气，人没事比什么都重要。那个瓶子我已经卖掉了，牛牛的医药费也已经付了100万，你真的不用做这些。唐小玲一把将他推开。曹阳，我真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撒谎骗我，女儿挂掉会让你舒服是吗？他用力一把搂住唐小玲。我知道你不信，但我真的没有撒谎，你回医院就知道了。如果是假的，别说卖腰子了，就算把全身我所有东西都卖了，我也不说二话。唐小玲愣愣地看着眼前这男人，这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。小玲啊，曹阳这小子干什么了？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钱？这一句话把唐小玲问懵了。什么这么多钱？刚才我就找医院问了一下，他们说曹阳一下交了整整100万的医药费，这小子是不是去找葛总借钱了？唐小玲满脸愕然地看向曹阳。我不知道，他说是把那个古董瓶子卖了赚来的。什么古董瓶子？他昨天拿1万块钱去买了一对瓶子，说是古董，能卖很多钱。你信他的鬼话？要我说，他肯定是去找葛总借的钱，觉得面子下不来，才谎称是卖古董赚的，怕你说他败家子。唐小玲也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大，毕竟他随手打烂一个，如果一个瓶子100万，他能把肠子悔青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妞妞喊着想妈妈了。我这就回去。挂了电话，他上下打量了曹阳一眼。给医院交了100万的医药费，这钱哪来的？卖古董赚的，不过也不完全是那瓶子，主要还是给个收藏家提供了一个他非常感兴趣的消息，算是他给的劳务费吧。唐小玲沉默地看他几秒，显然曹阳说的半个字他都不信。回到病房，唐明海则是一脸黑。你搞什么呀？当爹当妈的全都跑了，让我自己在这看着他，真是太不像话了。早知道你们都不管他，我也不会来。这番话听得唐小玲心里更难受，她很想告诉大哥自己已经被逼到去卖腰子了。对不起，我也没想到回来这么晚，你要有事就去忙吧。曹阳这小子说出去找你了，还没回来。他去趟洗手间。我看他是躲着我吧，等那小子回来你跟他说清楚，借钱容易还钱难，就你们家这条件，100万什么时候能还清？我可先说好，我手里的钱也不多，刚买了车，还打算买房子呢，可没那么多钱帮你们还账。至于爸妈那边，你们就更别想了。看着喋喋不休的大哥，唐小玲眼眶一红。哥，能别说了吗？他心里难受到好像碎了一般，感觉在家人眼里自己就是一个累赘，一个谁都不想搭理的废物。唐明海看出他的难过，却没有停止的打算。你也别怪大哥说话难听，你说你这条件，找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，干嘛非吊死在一棵树上？早点离婚，家里好的还不是都给你？再说了，我说别说了，不要说了。本来就心情低落的唐小玲终于被他刺激到发飙，仿佛发狂的母狮，连女儿也吓得身子一抖。她从来没见过妈妈这么吓人。你走吧，告诉爸妈，我们家的事情不要你们管，我就算死也不会离婚。这时曹阳一脸阴沉的走了进来。我早告诉过你，半年内验证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为什么非要找麻烦？唐明海看到曹阳仿佛高高在上的表情，顿时怒了。你把最近赚来的钱都拿去买了个什么破瓶子？明明一文不值，却说能卖几百万，医院里的费用是你交的吗？找人家葛总借这钱你还得起吗？最后还不是要我们唐家的人帮你擦屁股？本来觉得你还有点救，可是现在……这话听得夫妻俩火冒三丈。走，别在这待着，马上走！唐小玲硬生生把唐明海推了出去。有毛病，没事非得来找茬才痛快。你觉得他是在找茬？唐小玲惨笑着道。人家心里我们俩都像瘟疫一样，恨不得躲远远的。其实我知道你在乎面子以才去借了钱，又不承认，但我还是很感激你，因为最起码你还能借到钱，就算我们还不起，只要女儿能活下去，哪怕让我把全身上下所有的东西都卖掉，我也愿意。说着，她一把搂住了丈夫。曹阳，这也许是我们结婚以来你做过最正确的一件事。看着唐小玲那凄惨的表情，曹阳再也忍不住，直接掏出手机给葛清泉拨了过去。哈哈，你好啊，曹先生。葛总，有件事需要你帮忙澄清一下，我有没有借你的钱？借钱？什么意思？葛清泉听得一头雾水，不明白什么意思。你就说有还是没有？没有啊，咋了？老弟需要用钱，真要用钱跟我说一声，要多少？暂时不用，只是因为个人原因求证一下，谢谢葛总的好意了。说完挂断了电话。你现在信了吗？唐小玲心里多少有些动摇，但她还是没有完全相信，毕竟以前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她心里最清楚。
也许你们早就提前说好了。曹阳一脸尴尬到极点，穿越前自己可是一诺千金，可到了现在，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却分文不值，恨不得告诉唐小玲自己就是一个穿越到她丈夫身上的重生者，只能把手机的转账记录翻出来给她看。给我转账的这个人叫何元良，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一名收藏家。如果你还是不信，我可以给他打电话对质，但如果你非要说我找人演戏，那我也没什么办法。看着手机上的转账记录，唐小玲惊讶地捂住了嘴巴。不仅仅有交费的记录，还有何元良330万的转账记录，那么多个零让唐小玲以为自己看错了。她在心里下意识数了很多次，满脸愕然地看着曹阳。难道是真的？难道我打烂了300万的？杯子卖了30万，我提供的消息，他先给了300万，如果最后证明是真的，会再给我一部分。唐小玲满脸的不敢置信，眼泪都被吓得要倒流回去。如果不拿出真实的转账记录，唐小玲真怀疑丈夫是不是去抢了。她心里猛地兴奋起来。如果这件事是真的，岂不是代表家里有了300多万现金？那妞妞的医药费就真的不用愁了。突然心里又有不祥预感，毕竟有了前车之鉴，丈夫有钱就去打牌。想到这，一把抓住曹阳的手，满脸哀求。不管这些钱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，我希望你能把它用来治疗孩子的病，就当我求你了，好吗？看着他的态度如此的卑微，让曹阳叹了口气。你如果不相信我，可以把钱都转到自己的账户上，我1分钱都不会动。唐小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知道连续的质疑可能让丈夫有些不快。我不是怀疑，只是女儿的病。放心吧，我也不是以前的自己，现在我知道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不过大哥把话说的那么难听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之前去做了什么？如果他知道你为了孩子的病去卖腰子，肯定就不会。我不想用自己的痛苦来博取别人的同情，哪怕那是我哥。唐小玲满脸苦涩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已经受了太多的鄙夷，太累了。说真的，今天去那的时候，我甚至想着，如果他们手术出现意外，让我挂掉该有多好。这样的话，就不用整天看别人的脸色。唐小玲脸上的苦涩让曹阳感同身受，在他发达之前也曾经遭受过同样的待遇，而且因为性别的原因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抬起手第一次主动搂住了这个女人的后背，轻声道：有我在，不会再有人看不起你了。听到丈夫的柔声，唐小玲忽然觉得无比内疚。她知道，也许自己这次真的错了。曹阳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愚蠢，而是在用其他的方式努力着。可自己非但没有鼓励，没有夸赞，反而不断的打击他。他内心觉得自己的行为和父母他们没有什么区别。对不起。他把头埋在曹阳胸前呢喃着。曹阳轻拍着他的后背，没有说话。既然决定要对他们负责，就不需要说太多煽情的话。看着父母和好如初，小丫头的小脸上露出了笑容，甚至吃醋了起来。爸爸妈妈，我也要抱抱。另一边，唐明海回到家里，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？不是说去看楼盘吗？早上去医院看了下妞妞，玲玲有点事情出去，让我临时看了一会。一旁看手机的唐景松直接把手机给摔了。就你整天下勤快，喜欢给人当免费保姆。爸，不管怎么样，小妹毕竟是我们的家人，总不能真的不管不顾吧。唐景松指着儿子想发飙，却被宋月如狠狠瞪了回去。毕竟他们针对的是女婿，不是自己儿子。妞妞现在怎么样？她的医药费能撑几天？你妹妹有没有透露会按我们意思做的想法？宋月如依然抱着用孙女的医药费做要挟让女儿离婚。唐明海叹口气，这是暂时，你就别想了。曹阳那个兔崽子走狗祥运，前几天巴结上了我的一个大客户，他从那个大客户手里借了100万，就算暂时找不到腰子，起码几个月内是不用担心医药费了。一听这话，父母就炸了锅。100万？哪个傻子借这么多钱给他？有病吗？我那客户确实很有钱，万顺地产的大老板葛清泉，人家是首富，不在乎这仨瓜俩枣的。本来他们想着只要女儿没有钱，只要医院那边把他们赶回家，用不了几天就会来求他，到时候就随便拿捏。谁知道曹阳竟然能搞来100万，唐景松和宋月如气得整个人都在颤抖。唐明海想到今天曹阳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立刻添油加醋。我觉得吧，你与其想着小妹又要好几个月离不了婚，还不如想想回头曹阳万一跑了，这100万怎么还的问题。唐景松瞪起了眼睛，他跑往哪跑？他敢跑，我卸掉他的狗腿。爸，这话光说有什么意思？就曹阳那种人，吃喝嫖赌什么事干不出来，他现在能借着钱在我们面前就耀武扬威的，回头人家催他还钱，你说他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，拿什么还？要是他跑了，这账还不是要落在小妹头上？难不成我们要看着小妹任人欺负吗？这把火再次点燃了唐景松。这个兔崽子真不是玩意，我现在就去嘎了他。唐景松就要往外冲，两人连忙把他拉住。行了，你就别再添乱了。小妹现在也被逼得够呛，摊上这么一个丈夫，她比我们难得多。再难也是她自找的，早点离婚，早就没这些破事了。在母子两人费了9牛2虎的劝说下，总算把唐景松这头蛮牛拉了回去。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女儿每天在医院接受治疗，等待合适的腰子。无论唐明海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再来看望过，这让唐小玲十分的难过，但心里仍然希望一家人能够和和气气的。唐家人一直在等，直到1个月后，等着100万花光，如今是时候了。
这一家人出现在病房。妈妈、外公外婆还有舅舅来了。唐小玲回过头，果然看到了父母三人，她低声打了招呼：“爸妈。”宋月如看了看孙女，又看了看唐小玲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还在等腰子。她满脸得意地问：“钱呢？听说你们借了万顺地产老总的100万，现在应该花的差不多了吧？钱呢？听说你们借了万顺地产老总的100万，现在应该花的差不多了吧？”唐小玲摇了摇头：“那钱不是借的，而是曹阳靠他本事卖了古董，还给一个收藏家提供了重要消息赚来的报酬。”一听这话，宋月如就来气，她真不知道曹阳给自己女儿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这么离谱的话女儿也会相信。这话你真的信？还是觉得我们是傻子？什么消息能值100万？曹阳拿出转账记录，正想做解释，唐景松指着曹阳鼻子就怒骂：“兔崽子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承认自己撒了谎，别在这装模作样，谁不知道你有几斤几两？”看着唐景松这副蛮牛的样子，再过多解释他们也不会信，心里憋着火便收回手机。我有没有撒谎，小林知道，至于你们信不信，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这里是病房，妞妞还在治疗中，我不想当着她的面吵架。这时候，一名护士跑了进来：“请问8号床曹妞妞是吗？”“是的，怎么了？”“有匹配的腰子了，你们要不要？如果要的话，就抓紧去交手术费，马上进行手术准备。”听到这话，夫妻二人心中一喜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合适的腰子。曹阳立刻冲了出去，宋月如则拉住护士：“手术要多少钱？”“大概30-40万吧，这是基础费用。如果中间出了什么意外，可能需要更多。以前有人花过将近200万，反正你们尽可能多筹几钱。”“这么多？”宋月如被吓了一跳，原本以为做个手术也就20来万左右。唐景松听到需要这么多钱，不禁反而心中一喜。看那兔崽子跑这么快，等知道需要交几十万，他就该傻眼了。赶紧去劝劝你闺女，只要她肯回头，这钱我给她出了。宋月如一听，这办法就是好，连忙说：“听到你爸说了吧，只要你别再这么固执，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帮你。”“妈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但也希望你们能明白，我并不需要这样的好意。还有，我们的钱足够用，不需要你们操心。”“不需要我们操心？”一听这话，唐景松当场就炸了锅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借了别人100万，现在1个月下来，这些钱还剩多少？我们来的时候就找医院问过了，你们的医药卡上还剩不到5万块钱。妞妞这段时间病情恶化，每天的费用都在不断增加，现在就算你们掏空家底，也不可能再拿出多余的钱来。不要我们帮忙，还会有谁帮你们？还在厚着脸皮去找那个葛总，真当人家是散财童子吗？”唐小玲看着父亲那张冷漠无情的脸，多日来的委屈、憋屈都堆积成了愤怒。为什么你们就不愿意相信他？他已经改了，不再是以前那样，为什么你们就不愿意给他一个机会，非要在这里苦苦相逼？什么叫我们逼你？还不是你自找的？而且狗改不了吃翔，你纯粹是瞎了眼才会觉得他改了，活该你受穷。就在此时，几名医生走了进来。无关人员请立刻离开病房，我们要给病人做术前准备。唐景松冷冷一笑：“你们恐怕准备的太早了，他们根本拿不出手术费的。”医生满脸愕然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在胡说什么？人家已经交了100万的手术费，怎么会不够？”唐家三人听得一愣，有点蒙圈。100万的手术费？医生，你是不是说错了？他们之前是交了100万没错，可这段时间已经用的七七八八了。之前那100万是用的差不多了，可孩子父亲刚刚又去交了100万啊！医生看了他一眼，有些不耐烦了。行了，别在这啰啰嗦嗦的，赶紧出去，别耽误我们工作。唐景松三人满脸惊愕，他们甚至怀疑自己耳朵有问题，还是这个医生看错了账单。又交了100万，谁交的？就在此时，曹阳一脸惊喜地走了进来，对着唐小玲说：“那边和我联系了，腰子正在往这边送，大概1个小时左右到。手术费我先交了100万，不过再说。”一家欢喜一家忧，唐家三人像活见鬼一样看着曹阳。这家伙又去交了100万。唐明海瞠目结舌地瞪着曹阳。曹阳，你小子既然从葛总那借了200万，看着唐明海那张脸，要不是看在唐小玲份上，他很想说借了几百万让他气个够，最终还是没说出口。半小时后，女儿送进了手术室，唐明海走了过来。不是我说你，从葛总那借了这么多钱，人家敢借是因为不缺钱，可你也敢拿，今后你拿什么还？这个不用你管，我们家的事情我们会自己搞定。如果你是来走亲戚的，我随时欢迎；如果是来批评我们的家务事，对不起，我不太想听。唐明海被他的态度气得无比憋屈，又不敢说太多狠话，毕竟他还得靠着曹阳和葛清泉关系给自己拉设计订单，只能转向唐小玲说：“小妹，100万家里可以帮你，可200万这不是个小数字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数啊？怎么能让他这样胡来？如果我们不帮你，这200万你们根本还不起。”我都说过了，这不是他借的，而是他靠真本事赚来的。这时唐景松开始发飙：“什么屁靠真本事赚来的？他有那本事，你们娘俩还需要过这么久的苦日子吗？早就该发达了。”夫妻俩知道唐景松这头蛮牛的脾气，越是解释越说不清，
只想让时间去证明一切。然而他依然骂骂咧咧。我现在跟你们明说，立刻离婚。我手里有100多万，全都可以给你们拿去还钱。但是如果你们现在不答应，我有个老朋友准备开个塑料厂要投资，我马上就把钱给他，到时候你们想要都没有。宋月如紧跟着附和道：小玲啊，你爸真不是在吓你，你廖叔叔跟我们讲投资的事情已经很久了，他那个厂现在其实已经不缺资金了，只不过看在和你爸关系特铁的份上，想让他也跟着赚点钱而已。这钱你们如果不要，可就真拿去投资了呀，签了合同，谁都没权利把钱拿回来了。此话一出，曹阳脑子微微一疼，浮现出前一世的记忆。你说的那个塑料厂是不是打算取名叫金百塑料，厂长叫廖志凡吧？唐家三人听完一愣，没想到曹阳能说出塑料厂和厂长的名字。唐景松一脸得意：你既然听过，应该知道这是咱们省里有名的重点扶持项目，以后可是要赚大钱的。一听这话，曹阳皱起了眉：不好意思，我还真不觉得这个厂能赚什么钱，而且我劝你也别投资，不然的话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贪小便宜吃大亏。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，这个厂所谓的省里重点扶持都是假的，都是他们用来圈钱的套路。你也不想想，人家的资金都到位了，干嘛还要让你也跟着出钱？其实就是能多骗一点是一点，等实在没人可骗就跑路了。本来就一直看不惯的女婿，还在这胡编瞎说，自然让唐景松着了火。廖志凡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，你以为人家跟你一样没出息，还骗钱？他在国外获过那么多奖，这2年我们可都是亲眼见证的。你再他妈乱说话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本来不想再说的，看着唐小玲以及老丈人份上，总不能让他往火坑里跳，不管听不听劝也算对得起唐家，只能再多嘴说一句：那你怎么不想想，既然他能在国外获奖，为什么国内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他在国外有那么高的知名度，却要回来国内办厂，因为他爱国吗？他精心布置这局，更多的还是为了骗你们钱。曹阳这番话把唐景松气得七窍冒烟，浑身都在打哆嗦。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，却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恶毒。你自己穷，就希望我们也和你一样是吧？好，今天就算妞妞挂在手术室里，这个钱我都不会掏。我现在就回去给老廖入股，等我们赚大钱的时候，你别再来哭着求我们。这话让唐小玲听得脸色发白，眼泪直往下掉，其余人都瞪直了眼睛，除了唐小玲的哭声，整个走廊一片寂静。一旁的众人嘴巴张得老大，没想到如此狠话都说得出。唐景松看到女儿的表情，虽然后悔自己说的话，但话都说了，他实在拉不下脸面收回去，只能咬牙切齿地转身离开。宋月如也因为丈夫的话感觉浑身难受，双手无处安放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能跟着走。唐明还缓过神来，试图为父亲解释2句，唐小玲一把将他推开，瞪着通红的眼睛：走开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和唐家一刀两断，不要你们管我家的事，我不想看到你们任何人，滚啊！唐明海深知现在自己说什么都没用，只能转身离开。唐小玲扑到怀里就是痛苦大哭起来。唐家3口上了车之后，宋月如才叹了口气：老唐，你这话说的实在有点过了呀。唐景松深知理亏，没有辩解。还不是被曹阳那个兔崽子气的，他连老廖的面都没见过，说的跟他亲眼见过一样，真是胡扯都扯不下。爸，你真准备去投资廖叔的厂？当然投，干嘛不投？该不会你也相信曹阳的鬼话不成？那倒不是，这次的塑料厂听说连市里都有投资官方背景，怎么可能是骗人的？曹阳那种人纯粹是狗急跳墙，说话来恶心我们而已，不用放在心上。我只是觉得，如果真把钱都投进去，万一小妹这边要用怎么办？是啊，明海说的对，别全部都投了，投个100万，留30万备用吧。万一他要用，总不能真见死不救吧？唐景松没有再说什么，最后还是宋月如拍了板。另一边，女儿的手术很成功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排异反应。这些都是手术后要吃的抗排异药物，你们抓紧时间去买。唐小玲接过来看了眼，忍不住心头直跳，上面的药物都非常的昂贵，1个月少说也得好几万。尽管曹阳的卡里还有100来万，但唐小玲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钱的事情不用担心，何先生那边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，到时候还会再给一笔报酬。另外，我会继续想办法赚钱，咱们的水果生意目前足够维持女儿的日常用药。听着曹阳轻柔的声音，唐小玲忽然有种说不出的安全感，心里总算平静下来。对了，你说那个塑料厂真的不靠谱吗？你从哪得来的消息？这话问的曹阳有点头疼，抓了抓脑瓜子。具体很难和你解释清楚，但是你相信我，那个厂子100%是个坑。如果你觉得你爸真会去投资那个厂，最好找机会阻止他，不然的话，投多少扔多少。唐小玲叹了口气，你觉得他现在会听我们的吗？曹阳耸了耸肩，那就没办法了。2周后，女儿出院了，回到了家门口，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在窗户边冲里面打量。你干嘛呢？那个年轻女子看到唐小玲立刻笑起来。哟，唐大校花，一开始听人说你住这里，我还不信呢，没想到还真是啊。曹学霸，还记得我吧？你要是忘了，我可要听你了。这名年轻女子叫邓丽蓉，是2人的大学同学。邓丽蓉相貌平平，学习成绩更是比不上，
所以一直都很自卑。今天他之所以来到这里，就是知道曾经的校花和学霸结婚后混得相当一般，不但没有富裕起来，反而穷得叮当响，这让他心里的优越感陡然而生。怎么不欢迎我去家里坐坐吗？该不会要我在这里站着和你们说话吧？唐小玲看着邓丽蓉的打扮，自然知道她生活条件很好，当初在学校自己前呼后拥，可是现在落魄的一塌糊涂，心里真的有点自卑感。但想到曹阳仅仅用一个消息就换来了几百万的报酬，唐小玲心里又有了底气。当然欢迎，只是我们刚从医院回来，家里没怎么收拾。没事，又不是外人，没那么多讲究。对了，你说去医院，谁受伤了吗？妞妞身体不太好，去住了几天院。邓丽蓉立刻打开挎包，一边翻找一边说：这样啊，那你不早说，咱们两只关系，好歹我得去医院看看大侄女啊。咦，我的钱包呢？翻了半天，最后邓丽蓉挠了挠脑瓜子。你看我这脑子，早上出门走得急，钱包好像放在另一个香奈儿包包里了。没关系，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，不用给钱的。这小儿科的演技当然逃不过曹阳的法眼。邓丽蓉哪里是想给钱，只是想借机炫耀自己有香奈儿的包罢了。一进门，她就做出一副很夸张的样子。哇，你们家这也太破了吧！这沙发看着好像用几十年了一样。邓丽蓉哈哈一笑，唐小玲很是尴尬。咦，的确用很多年了。你看我这嘴说话尽得罪人，别往心里去啊。这样吧，中午我请客吃饭，咱们一块聚聚，正好我男朋友一会也来，互相认识一下。他可是万顺地产的项目经理哦，你们以后要是想买万顺的房子，找他就行。唐小玲愣了下，看着曹阳。万顺地产。曹阳微微一笑，没兴趣搭理他们，抱着女儿进了房间。唐小玲经不住邓丽蓉软磨硬泡，最后还是答应中午一块吃饭。玲玲，你这衣服得有些年头了吧？曹大才子，你怎么不给你老婆买2身好看的衣服？不知道女为悦己者容吗？不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回头可是你自己没面子啊。没事的，我喜欢这套衣服，穿着也舒服。等吃完饭我就带她去买。邓丽蓉满脸鄙视的看着，呵呵一笑。到了那之后，几人刚坐下，邓丽蓉的男朋友赵晓峰就走了过来，只是一到跟前，眼珠子就在唐小玲身上打转。唐小玲打扮的朴素，却比起邓丽蓉好看好几个档次。被女朋友喊来和同学吃饭，本来赵晓峰还有些不乐意，现在看到唐小玲，心里简直乐开了花。这位就是唐小玲小姐吧？唐小姐简直就像画里走出的仙女一样，令人惊艳。马晓峰呵呵笑着，伸出手来，曹阳一闪在他跟前。你好，我是曹阳。曹阳破坏了他和美女肢体接触的机会，心里很是懊恼，上下打量了他一身的打扮，很快又掩饰的平静下来，心中便有了主意。几人落座后，马晓峰拿起菜单开始点菜。不知道唐小姐喜欢吃什么，要不然一人先来只奥龙，你们都不要客气，随便点，我请客。这位先生是唐小姐的，他是我丈夫。那曹先生喜欢吃什么？昆鱼是这里的特色菜，非常新鲜，要不要尝尝？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就知道这人没安好心眼。既然是特色菜，赵先生应该很喜欢吃吧？那是当然，所以才推荐你尝尝。怎么着，给你点1份？既然如此，那赵先生先吃2份，再给我点1份吧。赵晓峰一怔，满脸尴尬。我吃太多次，有点腻了，还是算了吧。行吧，那就给我要1份。赵晓峰心里一喜，和邓丽蓉对视一眼，立刻点了1份。所谓的昆鱼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深海鱼类，还带着非常浓的酸臭味。赵晓峰之前点过一次，差点没恶心的吐出来。给曹阳点这道菜，暗地里就想恶心他。如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。突然，邓丽蓉眼珠子一转，春风满面。玲玲，你现在工作怎么样啊？我每个月也就1万多，他每个月5、6万，业绩好的时候甚至还拿过6位数呢。赵晓峰看着曹阳，嘴巴就翘上了天。曹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没工作，暂时陪我老婆在菜市场卖水果。邓丽蓉更是得意，用无比夸张的表情惊叫了起来。小玲，你真的在菜市场卖水果啊？她夸张的声音让一旁的客人都转过头来看个究竟。这么漂亮的女人竟然在菜市场卖水果，不太可能吧？是啊，可惜她嫁给没用的男人。赵晓峰更是把这些人心里想的直接说了出来。唐小姐，你这样可不行啊！这么漂亮的脸蛋，身材这么好，菜市场那种龙蛇混杂的地方不适合你待，要不然这样，回头来我们万顺地产，多的不说，每个月最起码可以保证你工资过万。邓丽蓉瞥了一眼赵晓峰，自然明白男朋友肯定是看上唐小玲了，但她没有反对，反而为了尽可能体现内心的优越感。是啊，小玲，你这么漂亮，去做楼房销售，肯定比别人都厉害，肯定能1个月过万的，再怎么样也比你在菜市场卖水果好啊，那才能赚几个钱。唐小玲表情有些不太自然，她现在的水果摊1个月能入账好几万，但这种话她实在说不出。既然这两人想显摆，曹阳可不惯着她。做销售还是算了，太辛苦了。我们俩卖水果，现在1个月能赚6、7万左右，挺好的，暂时不考虑换工作的问题。听完，两人愣了3秒，立刻哈哈大笑起来。
曹先生可真会开玩笑，我还从没听说过在菜市场卖水果能一个月赚好几万呢。那是因为你太久没出门了吧？没事多出门走走，自然能看到更大的世界。赵晓峰顿时不爽，一拍而起，好显示自己的威风。曹先生这话什么意思？说我是井底之蛙吗？这时服务员走过来，你好，你们要的昆鱼。他这才坐下来，皮笑肉不笑的。曹先生看起来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，那就尝尝这道特色菜吧，很贵的，可得吃完啊。盖子掀开，顿时一股酸臭味扑鼻而来，连唐小玲都被熏得捂住鼻子。这什么味道啊？是不是坏了？终于等到他们想看的画面，两人又是哈哈大笑，眼泪都快笑了出来。怎么可能坏呢？这可是很高档的特色菜，你们该不会没见过吧？的确是很高档的菜，值得一尝。这时候，曹阳拿起餐盘上的小西红柿，赵晓峰立刻说：怎么，想先吃点水果压住这味道吗？那你想多了，昆鱼的味道就算刷牙都去不掉。曹先生，我还以为你吃过，你要是不知道昆鱼是什么，干嘛不早说呢？现在菜都上了，可怎么办？这时，曹阳把西红柿汁滴了下去，短短2、3秒的功夫，一阵迷人的香气从鱼身内渗透出来。妞妞两人都惊讶的了起来。哦，好香啊！哇，香，真香！这股味道熏得一旁的客人口水都流一地，甚至有人直接喊来服务员询问那是什么菜。这位先生的确是行家，昆鱼作为非常稀有的深海鱼类，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具体吃法，只有不懂行的人才会说它吃起来酸臭难闻。此时的赵晓峰两人的脸色好像吃到死苍蝇一般难看，恨不得想找条地缝钻进去。这时餐厅里两人走了进来，邓丽蓉忽然用力拽了他一下。是你们公司葛总，他也来这吃饭了。赵晓峰连忙转过头去，他惊喜交加，我们公司葛总来了，我去和他打个招呼。邓丽蓉又开始满脸骄傲，小峰在他们公司很受重视的，你们看葛总跟他可好了。赵晓峰放低了姿态，带着谄媚的表情。葛总，这么巧你也来这里吃饭啊？葛清泉打量了他一眼，公司上上下下几千号人，赵晓峰只是一个项目部经理，没什么印象。这是前洋项目的部门经理赵晓峰。葛清泉这才想了起来，小伙子好好干。赵晓峰却听得腰杆子立刻挺直了。葛总，我女朋友也在那边，她一直特别仰慕您，能不能请您移驾过去和她说几句？不要多，就随便说几句，估计她都能高兴的晚上睡不着觉。一听这话，就知道借用他大老板身份去装杯，本想拒绝，转过头一看，顿时心中一喜。那边一块坐着的是？哦，我女朋友的大学同学，不重要，那种人您就当没看见就行了。葛清泉眉头一皱，呵呵一笑。行，那过去打个招呼。看着他们走过来，邓丽蓉脸上的骄傲之色更浓。看到没有，我老公一句话，葛总就来了，厉害吧？唐小玲看向自己的丈夫，之前听大哥说过葛清泉对曹阳很看重，是不是在吹牛？眼下他来了，刚好验证一下。很快，一行人来到跟前，赵晓峰满脸高傲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万顺地产的葛总，本地知名的大企业家。那个谁，你是没吃过饭吗？看到人来了都不知道打招呼，太没礼貌了吧？下一秒，葛清泉伸出手，满脸客气的笑容。哈哈，曹先生，好久不见，说好去家里做客的，怎么一直没来？这位是弟妹吧？真是人间绝色，也只有曹先生这样的人才才能配得上了。赵晓峰和邓丽蓉两人像见鬼一样看着眼前这一幕，让他们长8颗脑袋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葛清泉会第一时间和曹阳主动打招呼，而且态度还那么客气。赵经理，听你刚才的语气，好像和曹先生有些不快是吗？赵晓峰自然听出葛清泉不高兴，浑身冷汗直接冒了出来。没有的事，我们和曹先生夫妻俩很熟的，关系特别好，经常一起开玩笑。刚才我以为你们不认识，就说了几句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尽管他放低姿态，这种整天耍小心眼的人，曹阳可不会惯着他。我和赵先生好像今天第一次见面吧，算不上多熟。至于你女朋友是大学同学没错，已经很多年没联系过了。倒是赵先生这盛气凌人的态度，有点吓到我女儿了。赵晓峰脸色发白，浑身发抖，带着难看又勉强的笑容。曹先生，我真没那个意思。如果我之前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在这里向你道歉。对了，都是我女朋友，她非说以前在学校里被你们欺负过，让我来帮忙找场子。我也是鬼迷心窍了，竟然听信她的鬼话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这样做。说着，一巴掌甩在邓丽蓉的脸上，邓丽蓉被打懵了。没想到他不但把责任推到自己头上，还打人。本以为用这种行为和邓丽蓉撇清关系，证明自己的无辜，在葛清泉看来，这却是把自己的人丢得干干净净。他脸色一沉，年纪不大，火气倒不小，打女人好大的本事。黄总监手底下怎么出这样的货色？项目总监心里又气又慌。葛总放心，我马上就去公司把他开了。对了，我听说有人投诉他违规收供应商的红包，请客吃饭什么的，回去也得仔细查查。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，一定要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如果只是开除，大不了再去找一份工作。如果调查他违规收红包的事情，这可就不是小问题了，
大概率会去踩缝纫机。赵晓峰两腿发软，一屁股瘫在地上。葛总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之前收的钱，我加1倍，不，加3倍还给公司，求您了，饶我一马。我缺你这点钱。再说了，你得罪的不是我。赵晓峰恍然大悟，立刻转向曹阳。曹先生，我错了，求您原谅我吧，无论您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唐小玲性子软，见赵晓峰这么可怜，加上邓丽蓉的同学关系，便悄悄拉了曹阳一下。要不然还是算了吧，一点小事，没必要搞成这样。如果他得罪我一个人，那我可能笑笑就算了，但他对你不尊重，还想图谋不轨，这是我不能容忍。这话让唐小玲听得很是甜蜜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还是算了吧，做人留一线嘛，好不好？最后几个字，他带着点撒娇的味道，让曹阳心里一软。既然我老婆说算了，那就算了吧。不过你最好给我长点记性，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可就不只是今天这么简单了事了。赵晓峰听得心里一松，满心都是庆幸。这家伙看着就碍眼，曹先生，要不然跟我们一块去吃吧？行，那就打扰了。葛总，真感谢你的热情款待了。比起曹先生对我的帮助，这算不上什么。他一句话可是让我免受上亿的损失。唐小玲很是惊讶地看向丈夫，虽然不清楚丈夫为什么能做出如此精准的判断，但她还是为之感到骄傲。听曹先生说，现在弟妹在做水果生意。唐小玲有些尴尬。是的，我在菜市场卖水果。葛清泉之前就听唐明海说过，这两口子生活并不是很富裕。他想了想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回头让弟妹来我公司上班，刚好我最近准备贷款干几个大房地产项目，手底下正缺人的。弟妹来了，别的不说，一个月10万8万的还是很容易的。或者曹先生也来一起，你们两口子双剑合璧，肯定更胜一筹。唐小玲听得有些向往，如果爸妈知道他们俩都去了万顺地产工作，也许关系能缓和一些。然而曹阳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卖水果挺好的，比较自由，倒是葛总想贷款干项目，想必不是小数字吧？也不多，大概几百亿的项目吧。浅水湾那边我打算开发一个高档小区，然后顺带附近搞2个中低端的衬托一下，批文这2天就下来了。曹先生如果想要房子，回头我给你们留一套好的。曹阳听完犹豫了下，葛总，我劝你最好不要做这个项目。葛清泉有些不解，曹先生为什么这样说？旁边的总监满脸惊愕。是啊，这次的项目可以说万众瞩目，我们公司能拿下那3块地，可是费了不少的周折，如今批文都快下来了，怎么可能不做呢？曹阳看着葛清泉很是诚恳，直觉告诉我，房地产项目在国内热度实在太高，恐怕用不了多久，国家随时会发政策限制房地产发展。你们应该都知道，我们在很多科技领域都被国外围困吧？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科技为主，而国内不管什么行业，现在都在做房地产。短时间看起来好像赚了很多钱，实际上对长期发展是极其不利的。都想赚快钱，就没人愿意投资未来了。葛清泉哑然失笑，哈哈，曹先生多虑了吧？你可能不知道，现在房价一天比一天高，国人买房的热情高涨，今年的贷款资金比去年高了最少30%，估计明年还会更高，怎么可能会出政策限制呢？真要限制的话，很多房企会死人的。和国家发展相比，企业的生死无足轻重。正因为房地产现在是支柱产业，才更需要提前刹车，迫使资金转向。反而话已经说到这里，葛总觉得不对，就当听个笑话就好。正因为房地产现在是支柱产业，才更需要提前刹车，迫使资金转向。反而话已经说到这里，葛总觉得不对，就当听个笑话就好。此话听得在场人心里似乎有些不舒服。小丫头可能是看出气氛不太好，立刻转移话题。爸爸，你会弹钢琴吗？他伸手轻抚着女儿。会一点，怎么？你想听吗？女儿用力点点头。好，那我去给你弹一首。说着就要站起身来，黄小玲连忙拉住他。你疯了吗？你什么时候学过钢琴啊？这里这么多人，别上去出丑。从认识到现在，唐小玲就没见过曹阳碰过音乐类的东西，别说会弹钢琴了，在他心里压根就没碰过钢琴。他轻拍着唐小玲的肩膀，安心坐着，一会不要太惊讶。说完，他离开了座位。唐小玲很想追过去把他拉回来。曹先生，这是要去弹钢琴？唐小玲担心丈夫出丑，心里很是担心。他根本不会，就是去瞎玩的，也不怕人笑话。葛总，一会您千万别介意，他这个人有时候做事就是稀里糊涂的。葛清泉哈哈一笑，也觉得是为了哄孩子开心罢了。唐小玲更是低着头，不敢直视丈夫出丑。下一秒，曹阳的手指仿佛会跳舞一般，在琴键上不断跳动着。随着清脆的琴键声响起，突然，葛清泉满脸惊讶：“弟妹，你听听，你不是说的不会弹琴吗？这弹的可以啊！”唐小玲转过头去，看着那舞动的手，在听这钢琴声，她甚至出现了幻觉。她完全不敢相信坐在那里的是钢琴师还是自己的丈夫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他弹的吗？这钢琴声让听众纷纷围了过来，甚至都忍不住掏出手机拍起视频。当最后一个音节落下，餐厅里依然回荡着那慷慨激昂的调子，随后有鼓掌声响起。一开始003，没几秒便震耳欲聋。回到座位，小丫头小脸激动的通红。爸爸好厉害！葛清泉满脸赞叹。曹先生，这钢琴实在弹得厉害，
我当初给儿子请的老师也没弹得这么好。可不是，看得我都傻了，这简直就是钢琴大师啊！那边还有几个美女往着看呢。曹先生这魅力真是满的要溢出来了。这才缓过神来的唐小玲颇为吃醋，心里下意识觉得不舒服。别想太多了。唐小玲看着他清澈的目光，心逐渐放了回去。你弹得真好，什么时候学的？有一段时间了，一直没跟你说。唐小玲感觉有点不认识眼前这个丈夫。有一段时间，这家伙以前不是整天都去打牌酗酒吗？听着周围人的赞叹，看着他们欣赏的眼神，自己这心里满满的都是自豪。爸爸，我也要弹钢琴。行，等我们换了房子，就给你买架钢琴。有了这么一个小插曲，众人对曹阳的态度变得更加热切。他们开始明白为什么老总会对一个菜市场卖水果的这么看重。吃完了，一家三口离去，一旁的企划部总监凑过来：“葛总，这个曹先生看起来的确不一般，您说他会不会是哪家落魄的公子哥？”葛清泉并没回答，他沉默了一下。你觉得他刚才说关于房地产政策的事情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总监想了下，摇了摇头。我承认曹先生非一般人可比，但关于房地产的事情，他显然是个外行。现在房地产可以说是国家支柱型企业，在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下，不可能出台什么政策进行限制，这等于掐断自己的经济动脉。葛清泉看向另一人：“你呢？是什么想法？”其他几人互视一眼，都表示赞同企划部总监的思路。原本葛清泉还不觉得有什么，可这些人都异口同声，他心里反而有种莫名的不安。他回头看向餐厅那架钢琴，回想唐小玲信誓旦旦地说丈夫不会弹琴，结果曹阳的钢琴声响彻整个餐厅。再回想当初的别墅，所有人都在恭喜他喜提豪宅，只有曹阳劝他不要买。他总是那么的出乎意料，反其道而行之，却又每每证实他是对的。想到这些，葛清泉的眼神陡然炙热起来。通知法务部和资管部把那3块地卖出去，我们不做了。几个部门总监都满脸惊愕。不做了，这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拍来的，虽然说卖出去也会赚不少，可自己做，利润少说也能赚上百亿。葛总，您可得想清楚啊，别因为曹先生几句话就……葛清泉打断了他们的话，很是坚定。不用说了，就这样决定，去办吧。几个总监面面相觑，不明白费尽周折得来的项目，怎么突然就像发疯一样要撤了？但老总已下了决定，他们也没办法。几人离开之后，他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哪位？是我。电话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才出声：“有什么事？帮我个忙，你爸当年在改委的影响力应该还在，帮我问一问，是不是准备出台限制房地产的政策了？”电话再次沉默，因为有些人脉是不能随便用的。如果让你实在为难就算了，下午给你答复，但这是最后一次了。说完便挂掉电话。倘若真是如此，那曹阳这个人就绝对不能用常理来看待他，也许他将是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贵人。老公，你突然和葛总说什么房地产政策，万一以后验证没这事，他恐怕会怪罪你的。放心，我既然敢说，就有十足的把握。你与其担心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倒不如想想自己想买什么衣服。你该不会要带我来这里买衣服吧？当然是这里，普通店面的衣服怎么配得上你？可是这里的衣服好贵的，随随便便就得好几千，算了吧，我可穿不起那么贵的。话没有说完，曹阳抓住了他的肩膀。也许你不会明白，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，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，我只希望你知道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你的人生将和过去彻底告别，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而钱花在你身上，永远都不会用错。以前的丈夫可从来不会说这种甜言蜜语。唐小玲愣愣地看着他，忽然眼眶发红，差点被感动得要流眼泪。她上前搂住朝阳，轻声说：“我现在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。”妈妈，我也要成为最幸福的女人。几人刚进入专卖店，一名女销售就迎面而来，刚准备打招呼，便被另一人拉住。干嘛？你也不看看他们那一身，加起来估计连1000块都过不了，而且一看就知道穿很多年了。这样的人都是进来随便逛逛，根本买不起，跟他们浪费什么时间？这话听得唐小玲顿时满脸害臊，她难为情地拉着衣角。要不然我们还是换一家吧。曹阳也是顿时不爽。不换，就在这了。服务员，过来一下。女销售听到喊声，犹豫了下，还是满面笑容过来提供服务，而她的同伴则撇撇嘴嘟囔道：“哼，好心当驴肝肺，真是傻不愣登的。”随后，她朝着另一对刚进店，一看就有点钱的客户走过去，满脸堆起热情的笑容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帮助？这件衣服麻烦帮我老婆试穿一下。唐小玲心里有些忐忑，看到丈夫脸上那鼓励的神情，这才咬咬牙跟着去了试衣间。不多时，唐小玲从试衣间里出来，本来就是身材绝佳的女子，配上那副美艳的样貌，在衣服的衬托下，甚至可以把大明星范冷冷甩出10条街。店里不少人都被吸引过来。那名出言不逊的女销售看到，她撅起嘴，再次嘟囔着：“好看有什么用？又买不起。”刚进来那男的更是看得口水直流：“好看，美，真美！”妻子甩了他一巴掌，满脸尴尬，这才收回了目光。你干嘛？往哪看？眼睛都直了。看他之前那打扮，一个土包子有这么好看吗？
而销售员则趁机附和了几句，把唐小玲批判的一文不值，那女子心情才转好。反正我不管，这2件衣服我都要了。好好好，给你买，给你买。男人一脸的无奈，2件衣服过万块，为了弥补过错只能掏钱。两人走后，销售员一脸得意，因为唐小玲已经在试衣间来回换了几套衣服，在他心里试了这么多，并没要买的意思，显然是怕就这样走会被人笑话罢了。果然，再次回来时，他摇了摇头，算了，都不怎么好看，还是去别家看看吧。这几套衣服都很适合他，一件比一件好看。唐小玲无非是觉得太贵了。曹阳直接说：“把这几件都包起来，我要了。”女销售员一愣，她也觉得唐小玲不会买下这些衣服，她只是基于基本的职业素养去服务自己的客户罢了。反应过来的唐小玲连忙拉着曹阳低声说：“你疯了吗？知不知道这些衣服要多少钱啊？最便宜的也得8000多，最后那套得6万多呢。”别说6万一套的衣服，就算600一套的，唐小玲结婚后也没舍得买过。不用在意钱，只要你喜欢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钱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。可是，相信我。曹阳正视着他的眼睛，满脸的认真。唐小玲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，最后只好叹口气：“我就怕买回去会后悔。”不会的，销售员去包起来吧。女销售这才反应过来，但她没有第一时间包衣服，而是犹豫了下。先生，我能理解您的心情，如果是我同事对您造成了困扰，我替他向您道歉，但我还是觉得您没必要为了一时之气花冤枉钱。一线品牌的衣服好是好，但性价比并不高的。曹阳颇为意外，他见多了为了名利争到头破血流的人，但是能主动让别人不要花钱的销售，还是头一回见。你的业绩应该不太好吧？女销售表情有些不自然。的确不是怎么好。可以理解，你太为客户考虑了。对一名销售来说，这并不能算是个优点。可能是这样吧，但我也改不了。改不了也挺好的，去包起来吧。放心，我们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穷，几件衣服还是能买起的。见他如此坚定，女销售也只好去把衣服包起来。之前那名销售员则走了过来，看到包了这么多衣服，而且总账超过了10万块，比自己要多出几倍，他顿时心生不爽。哎呦，这都超过10万了，挺有钱呢。女销售连忙拉了他一下：“你别这样。”我哪样了？我不是夸他有钱吗？一家土包子，穿着一身地摊货，装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这样的人我见太多了。现在装得很大气，用不了几天就会来退货，麻烦的要死。他话音刚落，曹阳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您的银行卡进账300万元整，余额492万6700元。两个销售员满脸诧异的看过来，入账300万，余额有将近500万。那名女销售忽然明白自己也许真的弄错了，眼前这个穿着打扮的人并不是穷人，他只是低调而已。可他的同伴却在反应过来后很是不爽，怎么可能有400多万？这一定是假的。曹阳看了一眼转账记录，是何元良打来的，后面有留言：感谢您，已经找到他了。至于那名销售员的质疑，曹阳没有任何废话，直接打开手机银行放在他面前。虽然炫富并不是很有意义的行为，但你最好睁大狗眼看清楚到底是不是假的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说我临时找了一张截图，或者这是一个假的页面，除非拿出来400万现金才能证明。不过那样的话，我会觉得你蠢到无可救药了。销售员此时脸色比吃了翔还难看，甚至有点想哭。这时店长赶了过来，大致了解了情况后，脸色一沉：你搞什么鬼？不知道客户是上帝吗？还不快点道歉！销售员吓得连忙要来道歉，曹阳却一脸冷淡：不用了，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世界早就和平了。你们的品牌知名度这么高，可销售员的素质却如此低下，实在令人失望。这件事如果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结果，我会直接向你们的总部进行投诉。此时店长的脸色异常难看，如果曹阳真把今天的事情投诉到总部，他还能不能继续做店长都是个问题。店长心一狠，转头对那名销售员：这个月的工资和上个月所有的提成全部扣除，还有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，我不管是谁的问题，你都会被立刻辞退。销售员瞬间脸色发白，忍不住哭出来。一个月的工资倒还好，但整几月的提成都被扣了，那可是将近2万块呀。唐小玲见状心有不忍，便也劝说道：算了吧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没必要。曹阳摇摇头，坚持道：这种处罚一点也不为过，反而还有点轻了。也许你觉得罚他几万块已经很严重，倘若今天的事情发到网络上去，引发了舆论，到时候他们品牌损失的可就不是几万块那么简单了。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可能会抵制他们的品牌，往大了说，这是可能造成几千万乃至上亿的损失。曹阳所说的话，唐小玲未必能听得明白，可那位店长却听得清清楚楚。他脸色发白，心里越发慌张，连忙对曹阳道：这位先生，今天的事情实在对不起，是我们没有教育好店员的价值观，给您造成了困扰，非常抱歉。这样，您今天所有的消费全部免单，就当做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了。如果您依然觉得不够，那我立刻将他辞退，永不录用。销售员被吓得瘫软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曹阳瞥了他一眼，正要说话的时候，唐小玲拉了他一下：我虽然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但也知道你说的没有错。可话说回来，他也只是个打工的，别太难为他了。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我相信经过这件事以后，他不会再犯下类似的错误了。
听到唐小玲的话，那名销售员连忙边哭边求饶：“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小瞧您，是我狗眼看人低。”看到对方已经把姿态放得很低，加上唐小玲的劝说，也就没打算再继续逼迫了。行了，既然我老婆选择原谅他，我也就不为难他了。至于免单的事情，算了，我不缺这点钱。另外，你们的这个销售员很好，不会因为别人的穿着打扮就降低自己的职业素养，有必要重点培养一下。女销售听得心里惊喜，没想到曹阳会在这个时候夸赞她一番。我会记住您的建议的，这事会上报总部。李丽，我这里先给你记一功，具体怎么奖励，回头看大区总部的决定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不用奖励什么。不要习惯性的拒绝自己应得的奖励，因为这对你来说是坚持原则的工具，只有拿到奖励，你才会更加坚信自己没有做错。我会记住您说过的话。说完，一家三口便离开了服装店。当他们在等出租车的时候，忽然一人走过来拍了唐小玲一下，笑呵呵的道：“还真是你啊，大侄女，这么巧，你也来逛街。”这位中年妇女名叫赵香桃，是唐家的邻居。赵香桃这个人特别喜欢八卦，嘴碎。当初曹阳的事情，她可没少在背后拱火。是啊，你也来逛街吗？这不，给我儿媳妇买点衣服穿。赵香桃看了眼曹阳手里提的袋子，一脸惊讶：“哟，大牌子啊，还买了这么多，这得多少钱呢？”没多少钱，就随便买了点。唐小玲敷衍道，她实在不想和对方说得太清楚，否则又不知道要生出什么幺蛾子。赵香桃看了眼曹阳，呵呵笑着道：“看来你妈还是藏得深啊，前段时间还说什么你没钱呢，现在这衣服买了快1车了。行行，你们小两口继续逛吧，我还得回去做饭了，先走了。”等赵香桃离开，唐小玲抬头看向曹阳，见他面色如常，并没有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影响心情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曹阳察觉到了他的目光，放心，过去的事情都是浮云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要和过去彻底告别，不管人还是事，都不用在意了。唐小玲重重点了下头，露出了笑容，却看向赵香桃离去的方向，心中隐隐担忧。赵香桃回到了小区，刚好碰到宋月如在遛狗，她立刻凑过去道：“宋姐，你可真能藏啊！”宋月如满脸不解地看着她：“什么真能藏？你女婿和女儿啊？你还说他俩没钱，可我看他们真是有钱极了。你是说看到他们买了好几万的衣服，不会看错人吧？”“当然不会，我还特意去和他们打了招呼呢，保证没错。”赵香桃拱了拱宋月如的胳膊：“你女婿最近在哪发财呀？有什么门路也和我们介绍介绍呗。”他有个屁的门路，这个混账东西！宋月如心中怒火重烧，顾不得和赵香桃说什么，发疯似的立刻往家里冲。此时的曹阳一家三口几道菜刚端上桌，宋月如就敲响房门。看到宋月如一脸阴沉，他还是很客气的主动打了声招呼：“妈。”结果话音刚落，宋月如抬手就是一巴掌，这一巴掌打得屋子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曹阳也没想到宋月如来了，二话不说就动手，他心里顿时升起了怒，却没有爆发。“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“别喊我妈，我不认识你。”说完就拉着匆匆而来的唐小玲：“走，跟我回去，明天就把婚离了，以后我养你。”唐小玲心里又急又气，想也不想的甩开他的手：“妈，你干什么呀？好端端的干嘛要打人？打人？他不该打吗？”宋月如指着曹阳就破口而出：“赵阿姨回来就跟我说了，看到你们去商业街买了好几万的衣服，你们自己什么条件，心里没点数吗？消费得起那么贵的东西吗？曹阳，我早知道你是扶不上墙的烂泥，但你不能这样祸害我女儿。你借了几百万的外债，有本事就自己去还，别想把我女儿拖下水。”唐小玲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她早就预感到赵春桃可能会去挑拨，却没想到宋月如听信一面之词可以气成这样。妈，事情根本不是赵阿姨说的那样，我们也没借别人的钱，那些钱都是曹阳他自己赚的。唐小玲试图解释清楚，可宋月如哪里会听，她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你小时候那么聪明，怎么现在越来越没脑子？就凭他有什么本事能赚几百万回来？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？唐小玲强忍着心头的怒火，不是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，但钱是他自己赚来的，这是事实，我亲眼见到那个人给他转300万的账。唐小玲的解释宋月如一个字都不会往心里去，她看着自己的女儿，满脸都是失望。曹阳到底给自己的女儿喝了什么迷魂汤，怎么就能把她骗得团团转？宋月如是越想越气，看到一桌子的好菜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欠了那么多钱，还吃这么多，她脑子一热，整个人就着了魔，干脆走过去直接把桌子掀了，满屋子一片狼藉。妞妞手里还拿着排骨，眼睛眨着眨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，但她不敢大声的哭，那可怜巴巴的样子看得人心都要碎了。曹阳气得七窍生烟，刚做好的菜没了也就算了，还把孩子吓成这样。如果不是唐小玲的亲妈，他真想把这个女人踹飞出去。正要开口的时候，一个身冲了出去，唐小玲像发疯的狮子一样用力把宋月如往外推。你走，走啊！我不要你们管，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我家，你滚啊！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对父母用了滚这个极其不尊重的字眼。宋月如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女儿会如此没教养，气得直接朝着他就是一巴掌。你疯了吗？不知道谁为你好了。唐小玲被打了一下，
牙齿都要咬碎了，眼泪更是不自禁的往下流。他更加用力的将宋月如推了出去，疯狂的大喊着：“我就是疯了，是被你们逼疯的！你们不要再管我了，行不行？就算我死了，也和你们没关系。”房门被他用尽全力关上，巨大的声音震得楼板都在颤动，任由外面宋月如大力拍门，直捂着脸痛哭出声。从和曹阳谈恋爱开始，他就从来没得到过祝福，父母总觉得这个穷小子配不上他，整天冷言冷语的。面对老唐家的态度，原身的曹阳很想快速做出成绩，实在做不出来，干脆自暴自弃。从此所有的压力由此转移到了唐小玲身上，失声痛哭的唐小玲显得那么柔弱无助。原本满心愤怒的曹阳看到娘俩这副样子，他心疼得快滴出血。他把女儿抱起来，小丫头手里拿着唯一完好的牌子，终于大哭出来。她哭的是那么伤心，甚至要比妈妈还要伤心。来到唐小玲身边，曹阳伸手将她揽住，唐小玲的哭声也陡然加大，哭得几乎要站不住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们做错了什么？听着唐小玲的哭泣声，曹阳搂住她的力道加重了一些。哭吧，都哭出来就好了。唐小玲的哭声再大了几分，而门外的宋月如听着里面娘俩的哭声，还是想冲进去逼着曹阳立刻离婚的想法。只是现在要让女儿稍微冷静一下，这个婚必须离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想。你知道，我知道，足够了，这是我们的家，时间会证明你没有错。唐小玲用力抓紧了丈夫的衣服，此刻的她无比需要丈夫的安慰和陪伴，这是她人生中的至暗时刻。直到许久后，娘俩的哭声才渐渐停歇。对不起，虽然她不应该这样做，但她终究是我妈。我知道你恨她，也恨我爸，但我不恨他们。以前的我可能觉得是他们一直的冷落，导致了自己破罐子破摔。反正你们也不喜欢我，干嘛还要努力？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借口。他们的确是。曹阳打断了他的话。我是说真的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以前是我不够努力，不够珍惜你们娘俩，没有早点让你们过上好日子，才导致事情不断往更坏的方向发展。说到底是我自己错了，不能怪别人。老公，我知道你一直压力很大，是我没有及时照顾你的感受，总想着息事宁人。曹阳抚摸着她柔顺又有些凌乱的发丝，微笑着道：傻丫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如果我真是那菩提，又哪里会被人这样看轻呢？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才会这样，怪不得别人。唐小玲看着这个男人，看着自己选择的丈夫，看着这个让她开心过、失望过、绝望过又幸福过的爱人，突然她的嘴巴用力吻了上去。这是重生以来曹阳和唐小玲第一次亲密的接触，虽然意外，但那柔软的触感、温热的气息依然让曹阳心神荡漾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在我们互相重新认识之后，而且我想再娶你一次。唐小玲有些迷惑地看着他。再娶一次？为什么？就当是为过去那个错误的自己做的一次补偿吧。唐小玲甜甜地笑起来。哪需要那么复杂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此时的万顺地产，葛清泉在听着手下人的汇报。明光地产、华电集团两家都很有兴趣，知道我们要卖地，第一时间就给出了不错的报价。虽然明光地产给的价格要高一点，但我还是倾向于华电集团，因为他们可以一次性付清全款，而明光地产需要至少1年的缓冲时间。那就华电吧。业务部总监犹豫了下，咬了咬牙。老板，我觉得这件事是不是再考虑一下？真卖了，我们想再用同样的钱拿回来就没可能了。这3块地的重要性可是相当。这时葛清泉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拿起来看了眼，立刻阻止总监的话语。电话里传来那个熟悉的女声：帮你问过了，最快2个月后会下发限制2套房贷款的政策，并且预期明年开始会彻底收拢房市贷款额度，可能会伴随大量的限购限售政策。葛清泉听得心中一凛，自己的预感果然没有错。你是不是从谁那听到风声了？是有个朋友提过这种可能，所以才找你问问。那你的朋友还真有点能量。这些政策目前仍然处于保密状态，知道的人寥寥无几。就算国内那些资产千亿万亿级别的，也没有人知道。你既然能提前获知，就早点做好准备吧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而且关于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密。放心，我不会坑你的。挂断了电话，他心里变得无比轻松，脸上也满是笑容。去吧，立刻和华电签署合同，拿到钱我给你记一功，拿不到你就自己收拾东西走人。他坚定不移的样子让业务部总监很是无奈，只好点头应下。总监离开后，葛清泉拨通了曹阳的电话。曹先生，下午好啊，就是上回不是说要送你一套房子吗？正好我这回有时间，要不然去接你和弟妹，咱们一块去看看房子。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绝对不会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就浪费人情，这一次他还是毫无疑问的拒绝了。葛总，这么大的礼我怎么能收得起？房子我会自己买。这反而更坚定他的信念，在他心里曹阳并非想象这么简单，所以一定要和这个人拉拢好关系，而且必须得深交。曹先生，我知道你不是一个贪财的人，但说句不该说的话，你这样的人才住在那种快拆迁的老城区，实在不像话。你看这样可好？咱们先去看房子，不管是我开发的小区还是别人开发的，只要你看上了，
我凭自己的人脉关系帮你砍价，你放心，保证是正常的砍价，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。曹阳听得心里一动，这套房子的确也该换了，而且左邻右舍又不算很友好，如果能搬离这里也不用再看人脸色，但他还是心有顾忌。葛总，好端端的突然这么热情，搞得我有点受宠若惊了。这话葛清泉自然听出意思。曹先生，我已经找人问过了，如果不是你的提醒，那3块地可能会让我过得很惨，就冲这一件事，我也该还你点什么。何况之前关于别墅的事情，让我避免几千万的损失。曹先生，可一可二不可三，如果你一点机会都不给我，下次我还怎么好意思再找你帮忙？给个面子，不至于让我去当面求你吧？人家都把脸贴地上了，再拒绝未免太不近人情，更何况葛清泉这样的人物以后指不定哪里能用上他。行吧，那我和老婆说一声，等会去找你。不用，我去接你们俩就是了。就一段路，葛总这么来回跑太麻烦，我还是自己过去吧。葛清泉也没强求，只要对方高兴，怎么样都行。挂了电话，葛清泉喜出望外，在他心里，他约出来的不是曹阳一个人，而是一个财神爷。葛总找你有事吗？说要帮我们买房子，他去帮忙砍价。买房子？现在？唐小玲有些惊讶，刚结婚的时候，她有想过买房子的事情，之后随着生活一步步落入深渊，从此就再没有过这个念头。就是现在，我们手里有点闲钱，放银行存着也没什么意思，还不如先改善一下生活。他还没有从过去的艰苦生活中缓过来，手里有几百万他会觉得很安心，如果这笔钱没了，他就有点不知所措了。曹阳看出了他的想法。别担心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我们家里的钱会比现在多100倍甚至1万倍。唐小玲听了一愣，然后白了他一眼。你知道几百万的100倍、1万倍有多少吗？别吹牛了，我就希望咱们家安安稳稳的，不求大富大贵。我是不是吹牛？时间会证明一切，我不但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，而且还是市里最有钱的女人。看着丈夫那坚定的语气以及充满自信的眼神，唐小玲虽然对花光手里的钱会不适应，但还是同意去买房。去的路上，曹阳给葛清泉打了个电话，告知具体的地方。一听说那地方，葛清泉很是意外。曹先生，你确定去那买房？可是够偏的呀。图的就是便宜，而且便宜未必没有便宜的好处。葛清泉听得心里一动。曹先生这话的意思，以后那边有什么发展？葛总倒是机灵的人，我对这边的发展有些想法和判断，等你到了再和你具体说说。葛清泉心里一喜，连忙答应下来。很快到达目的地，看着附近的荒凉，唐小玲有些头疼。她看了眼丈夫，欲言又止。怎么，这里不好吗？唐小玲苦笑一声，一路过来起码2-3公里都是农田，搬到这边来住，晚上都不敢出门吧？这让曹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短期来看是不怎么好，但是相信我，用不了2年时间，这里会成为一片最热火的地方。唐小玲撇撇嘴，显然是不相信。这时候一辆莱斯劳斯驶来，葛清泉堆满笑容的走了过来。曹先生好，弟妹好。葛清泉呵呵一笑，扫视周围一圈。曹先生，介绍介绍，我对你所说的发展非常感兴趣。曹阳指着那几公里的农田。葛总，如果这边有人耗资数百亿，建立全亚洲最大的迪士尼公园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葛清泉愣了下，随后脸色涨红，神情激动。你的意思是这里会建？真的假的？据我所知，已经有人悄悄的来这里勘察过了，应该最近就会有正式的批文，准备动工。葛总多打听打听，应该能探听到一点风声的。而一旦迪士尼公园的项目落地，市里立刻就会规划公交线路和地铁。另外，在距离这里大概1公里左右的地方，算得上一片风水宝地。我听说国防科技大学准备在这里新建一所分校，左边学校，右边迪士尼，你说这地方好不好？好，何止是好。葛清泉听得差点没跳起来。如果真如曹阳说的那样发展，未来的价值可想而知。葛总如果能来这里买地盖房子，所获得的利益应该比起你做房地产要高出许多。葛清泉满脸狂热，扫视着周围大片的空地，在他眼里，这已经不是地了，而是满地金光闪闪的黄金。一旁的唐小玲则满脸担忧。你又在胡扯什么？建迪士尼和学校，你从哪听说的？一个穿越带来的记忆，这秘密说不得，只能忽悠了。何元良跟我说的呀，他们家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，现在回国内发展，人脉大得很。唐小玲还是觉得丈夫说的不太靠谱，她想了想，还是没忍住。葛总，他都是随口说说的，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呀。房地产这块，他哪懂什么？葛清泉回过神来，看了眼曹阳，又看向唐小玲，哈哈一笑。弟妹，看样子你对自己老公的本事还是不够了解。你还记得上次吃饭时，他和我说过，最近会出台房地产限制的政策吧？我专门找人问了，你猜怎么着？和他说的一模一样。幸亏我及时把那3块地转手出去，不然等政策下来，我估计会亏个底朝天。唐小玲一直觉得那都是曹阳吃饱了撑的胡咧咧，听到葛清泉找人确定了这件事，她心里震惊的一塌糊涂。弟妹，我可不会轻易相信别人，但曹先生真是让我彻底服了。他既然说这里有大发展，那我如果不抓住机会，这把年纪就真活到狗身上了。你放心，就算真亏了，我也不会怪你们。
葛清泉的坦率让唐小玲无话可说，也让曹阳对他的印象更好了几分。他想了想，你按照这个方位和范围去圈地，但我建议你建好后不要立刻出售，先注册一个民宿公司，把所有房子都租出去。以迪士尼的人气来说，每套房子一天赚1800，跟玩一样。等过几年，这里的人气彻底火了，各种配套设施齐全，你再进行出售，会比现在卖价格更高。葛清泉听得眼睛一亮，你这脑子真是比我灵活多了，我都没想过先搞民宿收成本，等房价起来再卖掉。好，这个主意好，曹先生，我也不说别的，等房子盖好后，你先自己选10套，随便挑，就当是我的咨询费了。他没有立刻拒绝，而是淡淡一笑。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行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房子我都提前给你留好，直接挂你的名字，要不要都是你的。葛清泉大手一挥，把这事定下了。随后几人前往小区售楼部，到了跟前，葛清泉一拍脑门：你们先进去，我给他们老总打个电话，让那老小子过来当面说。两人进入售楼部，走到沙盘前看房子，几乎都没有售出，几乎就是让你随便挑。唐小玲见到丈夫盯着别墅，心里有些忐忑。这么大的别墅得不少钱吧？就咱们那点钱，你可别说要贷几百万上千万买房啊，我会被吓死的。这里的房价没你想的那么贵，几百万够了。曹阳笑了笑，左右看一看，谁是销售？过来一下。几个销售云三三两两的在那刷手机或者聊天，几人转头看一眼，又都纷纷低下头去，装作没听见。曹阳皱起眉头，有你们这样服务的吗？几个销售互相推让，最终一个女销售满脸不爽的走过来，甚至没有考虑过礼貌的问题，仍然盯着手机。干嘛？这栋多少钱？那个女销售看了眼别墅，然后又打量着两人，撇撇嘴，2万3一平，总价580万，还有问题吗？说完，她转身就要走。曹阳眉毛一挑，我还没问完，你怎么就走了？呵呵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土包子能拿得出580万吗？问再多都是浪费时间，耽误我追剧。这话让曹阳心里直冒火，唐小玲则拉了他一下，算了吧，我们的确买不起，还是看看别的算了。女销售听到了他的话，更是得意。看吧，还是你老婆明智。要我说，你们也是闲得跑来这瞎折腾，去市里买个小户型凑合住不好吗？没钱还想住大户型，矫情。唐小玲本来不想多事，但这个女销售的态度实在太差了，让她忍不住对了句：我们怎么矫情了？再说了，来这里买房子，你们不也能拿提成吗？干嘛用这种态度？我态度怎么了？女销售脸色一沉，你们问问题我没回答吗？还想怎么样？要我卑躬屈膝低三下四？呵呵，这么漂亮一个女人，既然傍大款，也不懂找个有钱点的，找个土包子，活该你穷。唐小玲气得浑身直哆嗦，其他的销售也在那幸灾乐祸的哈哈大笑。别的事情曹阳都可以忍，唯独欺负唐小玲他忍不了。你太过分了，立刻向我老婆道歉。你谁呀你？在这装什么？还道歉？凭什么？你算老几？女销售连珠炮似的轰过来，满脸的嚣张跋扈，想让他道歉，除非天塌下来样子。咋回事？想欺负女人啊？这时一名男销售一脸阴沉的走过来，你是瞎了吗？你再说一遍，想挨揍是吧？说着他一把揪住曹阳衣领子，唐小玲吓了一跳，别打。话音未落，一人在半空重重的摔在了地上，一声巨响震得所有人目瞪口呆。道歉。女销售吓得连连后退。你别过来，我报叔叔了。唐小玲怕事情闹大，赶紧拉住他。怎么回事？这时葛清泉和另外一名中年男人进入售楼部。曹先生，没事吧？唐小玲则在旁边一脸歉意的解释。葛总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丈夫有点冲动了。王总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那名女销售看到王长兴，立刻扑过来梨花带雨，满脸的委屈。这两个人实在太过分了，我好端端的回答他们问题，他们偏要找茬，说什么我们房型不好，地段差，还卖得死贵。小李他就过来想帮忙解释两句，结果这个人上来就动手。王长兴眉头皱起，正想再问时，只见葛清泉气得头大脖子粗，甩手就是一巴掌，打得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曹阳也没想到葛清泉为了他会下这么重的手，女销售被抽得捂住脸，惊慌不已。你怎么打人？打你是对你客气，就凭你也敢诬陷曹先生？葛清泉非常清楚，这里是曹阳看中的好地方，他绝对不会说不好，更何况诬陷曹阳就等于诬陷他的财神爷，好不容易才抱上的金大腿，他可容忍不了。女销售心里发慌，却还得硬着头皮演下去。你又没在这里，凭什么说我诬陷？王总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他们太过分了。虽然很看重葛清泉的帮助，毕竟是自己手下挨打，身为领导总不能一句话都不说。葛总，我看也不算什么大事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回头咱们喝茶时再说。他是想打个圆场，但葛清泉却不为所动。王总，我看你是喝茶喝糊涂了。如果你连是非曲直、青红皂白都分不清楚，那我们的合作还是算了。王长兴一听顿时急了，葛清泉之前就没少帮他，这一次葛清泉如果不伸出援手，恐怕他过不了这一关。葛总，您这话说的，我就是觉得吧。不需要你觉得。葛清泉打断了他的话。
曹先生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？如果你说要他们俩喝西北风，我保证谁也救不了他们。这话不仅说给那两人听的，更是明确告诉王长兴，欺负曹阳就等于在他头上动土。我只需要他们向我老婆道歉，没有别的要求。听见没有？立刻道歉，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他们已看出王长兴是不敢得罪这位亿万富翁，只能低着头诚惶诚恐地向唐小玲鞠躬道歉。实在对不起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是我们狗眼看人低，是我们蠢。葛清泉则不耐烦地摆摆手，滚吧。王长兴走来，重新堆起了笑容。你看这是闹的，都是我不好，手下人管教不力。对了，这位是？这是我朋友曹先生，还有他的太太唐小玲女士。曹先生是要来这里买房子，那您可真是来对地方了。想要哪一套，尽管说，有葛总在，价格好说。就中间那套独栋别墅。哦，这套的确不错，曹先生好眼光。这样吧，举个整，400万，葛总，您看怎么样？他没有询问曹阳的看法，而是问向葛清泉。很明显，对方在他心中的地位不均等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果然不喜欢死。既然要取整，就300万吧，这个价格应该不会亏。他一句话就往下砍了100万，这个价格几乎就是成本价了。王长兴心里不爽，却不敢表现出来，反而还要尽可能保持脸上的笑容。行，那就按葛总说的300万。短短几十分钟就完成了所有手续，同时葛清泉和王长兴也签订了小区代售的合同。葛总，感谢你又一次帮我这个大忙。这样吧，今天我请客，咱们聚一聚。没多久，饭店就到了。王长兴带着一个年轻女孩，样貌上佳，身材也很好，尤其一双眼睛很是凌厉，显得英气逼人。曹阳的记忆里，她在经济学领域的成就曾被誉为是东方女巴菲特。可惜的是，她嫁给了一个渣男，受尽了情伤，从此以后对男人恨之入骨，再也没跟任何男人好过。这是我女儿王佳妮，妮，这是你葛伯伯，还有曹叔叔。可能因为打量她的时间有些久，王佳妮察觉到了，立刻瞪起了眼。这个男人带着老婆，还敢这么光明正大的看其他女人，显然是个渣男。走，里面坐。爸，你今天怎么看起来这么高兴？能不高兴吗？王长兴哈哈一笑。你葛伯伯今天给我送了份大礼，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失眠了。什么大礼？他父亲的压力来自于小区房子卖不掉，但王佳妮一直没有为房子的事情担心过。根据他的测算，这片区域属于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当初王长兴买这块地，就他3番5次劝说才买下。你葛伯伯刚和我签了合同，他帮我做小区代售，不管房子卖不卖得掉，每年都会给我结算一笔钱，按照房屋估值的8折来计算。你说这算不算大礼？资金压了那么久，终于有回款的希望。王长兴顿时觉得扬眉吐气，而王佳妮却听得愣了下。他快速看了眼葛清泉，回过头来对王长兴喊道：爸，你疯了吗？我不是跟你说那里以后一定会发展起来的，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呀？他突然的发火，让几人都为之一怔。王长兴很是感觉没面子。你喊什么喊？当初买地是你劝我买那里的，说有大发展，可是几年下来那里发展什么了？鬼影子都看不见。你葛伯伯愿意帮我兜底，这多好的事，你还一副不乐意的样子。我知道现在发展的不好，但以后呢？想赚大钱就得看长远点，北部是城市发展唯一的道路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又不是不明白。王佳妮怒声喊：我不管，你立刻解除合同，哪怕付违约金也行。王长兴的脸色彻底沉下来，瞪着自己的女。以前总觉得你很聪明，才听你一句劝买了那块地，现在资金压了几年动都动不了，好不容易有翻身的机会，你想干什么？是不是就想看着我每天睡不着觉，活活被逼死才高兴？我跟你说，合同我已经签了，不可能违约，真当自己上过几天大学就了不得了，你懂个屁！王佳妮虽然成就了得，但此时她只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女孩，严厉训斥了一顿，当即流着眼泪就要走。干什么？说你2句就跑，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，别整天在我面前摆弄你那些所谓的经济学知识，一点经验没有，屁都算不上。这时曹阳走过来，王总，我觉得你女儿说的是有道理，那边我也认为很有发展潜力。曹阳本意是想借此和这位后世的经济学教授拉上关系，但王佳妮此刻内心羞愤不已，听到曹阳帮忙说话，反而更加恼怒，梨花带雨的喊着：别假惺惺了，渣男！曹阳一脸尴尬无比，王长兴气得浑身发抖，扬起手掌，曹阳连忙拦住他。年轻气盛很正常，王总何必动手？孩子也要面子的。都是我老婆太宠他了，惯得不像话，立刻给曹先生道歉。知道王佳妮是不可能心甘情愿道歉的，所以也不想为难他。饭桌上，王长兴端着酒杯走过来，居高临下的对曹阳：曹老弟，来，咱俩碰一杯。刚才听葛总说你是个很有才华的人，我最欣赏有才的人了。曹阳很是客气的把酒杯稍微放低了一点，王长兴反而还刻意把酒杯提了上去，很明显就是摆着自己的地位高人一等。一旁的葛清泉看到这一幕，心里有些不快活。曹阳注意到了这个细节，却不会当回事，直接一饮而尽。行，酒量不错，我喜欢。这样，我正准备搞期货，回头要不要老哥带你一把？我在期货市场可是认识不少大拿级的人物，多了不敢说，你拿个几千万出来，保准一年翻个好几倍。曹阳听得哑然失笑，在记忆中，
王长兴就是因为投资期货才血本无归的。一旁的王佳妮立刻焦急道：爸，你又要乱搞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最近几年国际金融大鳄正在期货市场上兴风作浪，现在入场就等于给人送菜。你又来这套？我在期货市场上的朋友都是出了名的大投资家，他们都说了现在市场冰点，正是入场好时机，一边待着去，少在这扫兴。果然王佳妮有着非一般人的独特眼光。王总，我倒觉得你女儿说的没错，她在经济学领域还是相当有能力的，多听听她的建议没坏处。王佳妮本来还想说什么，但此刻却不说话了，因为她不想欠他心目中所谓臭男人的人情。饭局结束后，王长兴喝到醉醺醺的被扶上了车。王佳妮回头看了眼葛清泉，犹豫了下，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走过来。葛伯伯，我爸只是压力太大，一时糊涂，那个合同能不能算了？我可以做主，拿出一部分钱做补偿。葛清泉颇为意外，没想到这丫头如此坚持，而且胆子还挺大的。这笔交易他最少能获得几个亿的利润，他不可能放弃。不行，合同已经拿去公司备案了，现在违约可不是200-300万能搞定的。如果你能拿5个亿的违约金，我倒无所谓。王佳妮满脸失望，她一个大学生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？她虽然不知道迪士尼即将开建的消息，但她可以肯定父亲这笔交易是一定要亏了。她很是沮丧的转身就要走。富贵在天，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基于当时最佳的考虑，没有对错之分。当然了，我个人认为你的眼光要比你爸好很多。王佳妮抬头看着他，这已是曹阳第3次帮他说话了，但他仍然没有任何感激之情，反而更加讨厌曹阳。看了眼不远处的唐小玲，冷冷一笑：曹叔叔，你已经有老婆孩子了，就别再想着拈花惹草了吧，而且我不喜欢你这种年纪的大叔。这话听得葛清泉忍不住哈哈一笑，曹阳则满脸尴尬：我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个意思，只是觉得你是个可造之才。所以呢，你是觉得3番2次帮我说话，我就会对你有好感，然后再把我拉到你身边当个秘书什么的，有事秘书干，没事客秘书是吧？曹阳听得脑袋要炸开，这番话普通女孩可说不出来，他知道再说下去恐怕双方的关系会更难。反正我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而已我想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，在毕业论文的撰写上，你应该多参考1925年的欧亚文献，而不是只盯着现代经济学，不然的话，你可能会犯一个不小的低级错误。王佳妮听得一愣，她的确到了撰写毕业论文的时期，也一直在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各项案例进行综合分析。文件都是保密的，除了自己没有人知道在写什么，他从哪知道的？正当他还在疑惑不解时，曹阳已离开。看着曹阳离去的背影，他满心愤怒添加了一丝疑惑，这家伙究竟是随口胡诌，还是真有其事？上了车，唐小玲就是一脸酸味，使劲掐了曹阳一把。你对这个小姑娘好像很热情的样子，是不是觉得她年轻漂亮？有什么想法？男人只要上点心，就是对人有想法吗？能不能别把人想得这么龌龊？葛清泉听得哈哈大笑。弟妹，像曹老弟这么有才的人，你可得看住啊，不然说不定就要被哪个女人给抢了。这话说的曹阳真想把他脑袋揪下来，感觉气氛不对，葛清泉立刻转移话题。对了，新房子的装修，曹先生有心仪的公司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出设计图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别的不敢说，我手底下的施工队工艺水平绝对够格。曹阳早就想到他会提出这个要求，也看得出葛清泉是想和自己加深关系。行啊，葛总的好意我怎么好拒绝？价格方面呢？钱的事以后再说，不着急。王长兴的小区的销售额，我就能赚几个亿回来。消息是你提供的，到时候你拿10%，估摸着也就几千万吧。这番话唐小玲听得心跳加快数倍，甚至呼吸都急促起来。这可是她想都不敢想的钱，几千万，这么多。抬头看向丈夫，却发现丈夫脸色依然平静，好似这几千万对她来说不值一提。与此同时，老唐家争得不可开交，宋月如把去曹阳家里掀桌子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唐明海有点不太高兴。不管怎么说，那都是小妹的家，大中午的跑去掀桌子，她得多没面子啊！妈，你这是做的有点过了。宋月如也知道过了，可她拉不下脸道歉。再说了，掀桌子也是被曹阳气的。唐景松立刻瞪起了眼，帮腔自己的老婆。怎么的？说来说去还是我们的错了。还有什么叫你小妹的家？那房子谁掏的钱？不是我掏钱，他们现在得住桥洞，吃我的住我的，还有你的咋了？走，现在就去把他们撵走，我把房子收回来，看他们还有什么本事叫板。在唐景松眼里，曹阳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是靠他们老唐家的资助，只要自己一句话就能让那个兔崽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这恐怕不行吧？房本上写的是他俩名字，人家就是不愿意搬，你能怎么办？按照法律解释，首付款和后续的贷款都是我出的，可以认定为赠与。赠与的房产不管写谁的名字，只要去打官司都能要回来。明天我找个律师问问，你们先别着急。再说了，刚掀完桌子就去要房子，小妹万一真想不开怎么办？缓一段时间吧。宋月如没有反对，赞同缓一段时间再说。唐景松倒不在乎什么时候去要，反正他认为只要自己一开口，曹阳就会慌得不行。等待房屋装修期间，曹阳依然每天陪着唐小玲去市场卖水果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装修已经结束，随时可以入住。一家三口开始收拾东西，一开门就看到唐景松和宋月如站在门口。爸妈，
你们怎么来了？唐小玲皱起眉头，最近父母只要一来就没什么好事，今天是搬家的好日子，她实在不想因为这些破事扰乱心情。唐景松一看她这表情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你皱什么眉头？搞得好像我们是仇人一样。曹阳呢？让那个兔崽子滚出来！果然怕什么来什么。唐小玲脸色发沉。爸，就不能让我们过几天安稳日子吗？为什么非得天天找上门来吵架？他最近又没得罪过你们。唐景松瞪着眼睛，没得罪过我们，他祸害我们家还不够多吗？还要怎么得罪？曹阳走了出来，见到岳父岳母站在门口，也不觉得有什么意外。自从宋月如上次掀完桌子走人，他就预感这两口子还得来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找上门。还没等他说话，唐景松立刻指着他：你马上收拾东西，从房子里滚出去，这房子我要收回来。唐小玲听得一愣，脑子就要炸开。收回房子？虽然自己即将搬进新居，这房子要不要无所谓，可唐景松的行为让唐小玲本就伤透了心更加雪上加霜。她脸色发白，退后半步，望着父母，感觉是那么的陌生。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桌子都让你们掀了，却依然不罢休，非要把人逼到无家可归是吗？说到底是一家人，有必要这样吗？谁跟你一家人了？你配吗？唐景松冷冷一笑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就觉得无论自己怎么窝囊，怎么扶不上墙，我们都会顾忌着玲玲，不得不扶你们一把是吧？我告诉你，那是你猪！今天我还就要让你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身无分文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！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我已经和律师谈好了，如果你不走，我马上就起诉你，收回我赠予的房产。看着满脸冷漠的父亲，唐小玲的眼就泪流了下来，但她没有如上一次那般歇斯底里。你这样逼他和逼我有什么区别？真的要把事情做到这么绝吗？不是爸妈做事绝，你又不是不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。只要你跟他离婚，什么样的好男人找不到？听妈一句劝，别老是这么固执，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们从来没有把他当成我的丈夫。唐小玲的眼泪已经流干了，再也流不出来。如果你愿意离婚，我们也可以不收这房子，还会多给你一部分钱，你最好考虑清楚。唐景松却心硬如铁，对着曹阳道：你但凡还有点男人的尊严，就给我主动滚蛋，别逼我来硬的。还没等曹阳开口，唐小玲瞪着父亲：我已经明白你们的意思了，也可以最后一次告诉你们，我们永远不会离婚，除非我死了。既然你们想要回房子，那就还给你们。说话间，搬家公司人员到了。你好，曹先生，我们车已经到楼下了。这一幕让唐景松和宋月如满脸愕然。这是要干什么？搬家？他们已经想搬出去了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两人有些反应不过来，直到工作人员把东西搬出去，他们才明白过来这是真的。宋月如连忙拉着女儿喊道：你们搬去哪？你别这么意气用事好不好？就不能听爸妈的话吗？唐小玲看着他惨笑着道：我已经不是小孩子，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维能力。至于我们搬去哪，我说搬去一栋非常豪华的大别墅里住，那里有很大的花园，光装修就花了100多万，你信吗？宋月如嘴巴张得老大，唐景松皱起眉头：信你个大头鬼，都说的什么疯话？好好的家不待，为了这么一个男人出去租房子住，我看你就是有病。我是有病，绝症，治不好了。唐小玲甩开了宋月如的手，推着箱子就往外走。唐景松满脸横肉的看着曹阳：你到底给我女儿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会做西红柿鸡蛋汤、紫菜蛋花汤、罗宋汤，唯独不会做迷魂汤。世界在进步，人也在改变，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？你们可以一起去我们的新房子，你们一切都会明白。什么大别墅、大花园，在唐景松夫妇心里，宁可相信母猪会上树，他也不信曹阳这番话。甚至就算有人说明天是世界末日，都比这个可信。去你的新房子！你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，租个房子就是你的了。唐景松面色阴沉，很想给他脸上来一拳。找人家大老板借了100-200万还没还，现在又为了面子放着房子不住，出去租房子，这不是瞎折腾吗？他越想越气，整个人如同走火入魔，在曹阳没有防备下狠狠抽了过去。这一巴掌把所有人都给愣住了。他咬牙切齿，心一狠，又要再来一下。住手！他飞快地跑过来，把曹阳挡在身后，冲唐景松大吼：你干什么？看着女儿那愤怒的样子，唐景松忽然有种难以言喻的伤心。小时候的女儿是那么乖巧懂事，怎么长大之后就变成这样了？见父亲不再动手，唐小玲转过身，一脸关切地看着丈夫：还疼吗？你没事吧？丈夫摇了摇头：不疼，没事了。他看了看宋月如，又看了看唐景松：我知道以前我确实做得不好，这一巴掌我应该受着，算是以前我的过错。我们还要去新家收拾，如果你们需要把房子卖掉或者过户，可以随时打电话，我们会配合的。再见。说完，夫妻俩转身离开。他们本想用收房子来威胁曹阳，如今人走楼空，只剩下一堆破烂的空房子。宋月如想着女儿以后就要跟着曹阳去租房子住，忍受房东的苛责，邻里的讥笑，宋月如心里很是有些难受。现在怎么办？真让女儿跟着他租房子？能怎么办？不管租房子还是睡大街，都是他自找的。他想过苦日子，谁能管得着？可他毕竟是咱们闺女啊，我就当从来没生过他。唐景松阴沉着脸道：
我跟你说清楚，如果以后他想来家里借钱，1分钱都没有，我现在就回去把所有钱都投到老廖的厂里去。宋月如没有再说话，心想按廖志凡说的100多万投进去，1年少说翻个2、3倍，倘若真的能1年赚回来2、300万，到时候女儿看到他们赚这么多钱，也许会回心转意。车上唐小玲心疼地看着曹阳的脸，让他气愤之余又很内疚，看出了他的担心和自责，但笑着，你别想这么多了，他打的是以前那个人渣，可他怎么也不该动手打人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唐小玲犹豫了下，以后我会尽可能不跟他们来往的。傻丫头，那是你爸妈，血缘大于一切，怎么可能不来往？现在他们不相信，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我们没有撒谎。我实在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这样固执，一点也不愿意相信我们。还用问吗？以前那个男人留下的坏印象太深刻了，加上老年人的思想比较顽固导致罢了。唐小玲愣愣地看着丈夫变好如初，心里既心疼又自满。与此同时，王佳妮坐在自己的电脑前，望着屏幕上的结论发呆。之前曹阳警告她，如果只盯着现代经济学，她的论文会出错。王佳妮虽然不信，但她向来做事谨慎，还是从头到尾捋了一遍。让她大吃一惊的是，同样的案例在不同的年代、不同的环境背景下，竟然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。为什么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本来把曹阳定义成了一个好色之徒的，此刻王佳妮有些失神。如果曹阳这家伙只是单纯的想警告，那这个男人和自己臆测的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王佳妮陡然升起了浓浓的好奇和疑惑，没多久，眼神逐渐坚定起来。她走到另一个房间里，对正在电脑前一脸兴奋的父亲王长兴问道：爸，那个叫曹阳的人，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？曹阳？谁啊？王长兴头也不抬地问，随后又立刻激动地喊着：涨了涨了，哈哈哈，又赚了100万。小丫头，看见没有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之前期货市场正是入场的好时机，这才大半个月功夫，我已经赚了2000多万，幸亏没听你的，不然又得浪费赚钱的大好机会。代售合同签订后，王长兴就从葛清泉那要来了5000万的预付款，然后全部投进了期货市场里。3个星期时间，他的这笔资金已经翻了将近3倍。现在每天在家里高兴的不行，父亲的成功让王佳妮的心情更加低落，开始怀疑自己的理论是不是都错了。王长兴抬起头，见他脸色不好看，呵呵一笑：行啊，瞧你这样子，不就是判断错了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爸又没怪你。你刚才说的谁来着？曹阳，就是上次和葛总一起的那个人。他？我没他电话，你等下，我找葛总问问发给你。对了，你找他干嘛？王长兴一边拿手机一边问。王佳妮本想实话实说，但是看父亲现在正在兴头上，骄傲的不可一世，现在觉得自己的判断出了错，又把话憋了回去。没什么，就想起来葛总说他设计能力很厉害，有点事情问他。王长兴一脸不屑的道：我说多大事呢？设计师满大街都是，找他干嘛？那小子我看了，也就是个溜须拍马屁的货，啥都不懂。你问他可以，但别真当回事，知道吗？当时曹阳就说了2件事，一个是未来那块地会有大发展，2是期货市场应该听王佳妮的。现在大发展完全没动静，期货市场更是一片红火，在王长兴心里充分证明曹阳就是瞎胡扯。葛清泉估计就是听了那小子的瞎胡扯，才突然找我签了代售合同，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那是个多大的坑。不过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？合同签了，那就得给钱，少一个字都不行。很快，他找葛清泉要来的电话号码发给了王佳妮。去吧，心里别有什么压力，爸爸现在有钱得很，天塌下来都有爸爸帮你顶着。王佳妮低着头，看着父亲目前赚了这么多钱，真希望他自己的预测是错误的。这时，王长兴的电话响了起来，电话传出一个男人兴奋的声音：王总，牛啊！你是不是提前得到什么消息了？什么提前得到消息？你说什么呢？郑总。王长兴脸上压抑不住的喜色。怎么，你也知道我期货市场赚钱了？什么期货市场？你还搞这个？我说的是你那块地，我刚从省里拿了批文回来，猜我看到了什么？电话里的郑总神秘兮兮的道：你那块地附近的几十亩地都批给迪士尼乐园项目了，说是迪士尼要投资数百亿，在这里打造一个全亚洲最大的游乐园。王总，你要发财了啊！王长兴听得一愣，迪士尼乐园？我就佩服王总你的眼光，实在太牛了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迪士尼准备在那里搞项目啊？就你以前拿地的那个钱和建设成本，保守估计现在起码能翻10几倍吧。哎呀，王总啊王总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牛！郑总一口一个牛逼，说的唾沫星子都飞满地。他完全想不到，自己说的越多，王长兴的脸色就越难看。你确定这消息是真的？王长兴握紧了手机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。他真想郑总回答他这只是一个玩笑，或者是一场自己没睡醒的梦。当然确定，我亲眼看到人家拿着批文走的。
而且不光是迪士尼乐园，我还听说你小区的北边国防科技大学准备建分校呢，选址已经定了，正在走批文流程，估计会比迪士尼乐园晚一点开建。手机里传来郑总拍大腿的声音。我怎么就没眼光提前在那边买几块地炖着？不说了，我得赶紧回去寻摸着能不能找几块地势好的，趁着还没有多少人知道，赶紧下手。这是王总，你应该不会和别人说吧？先保密啊，有钱咱俩一块赚。一个迪士尼乐园已经足够带动整个地块的价格了，再加上一个国防科技大学，完全可以想象以后那里会是什么样的风水宝地。他哪里知道自己已经把整个小区都全盘交给葛清泉了。挂断电话，王长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满脸苍白。刚才自己还在笑话葛清泉傻帽，听曹阳一个半吊子的意见帮自己做了冤死鬼。此时王长兴几乎把手机都要捏碎了。爸，怎么了？谁给你打的电话呀？王长兴抬起头看着自己的女儿，突然就很想哭。几年前女儿苦苦劝他在那边买地建小区，因为一直没人去买房子，他心里怨气十足，所以葛清泉来谈代售，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王长兴的嘴唇颤抖着。郑总刚从省里回来，说我那个小区附近几十亩地都批给了迪士尼，马上要开建了。小区的北边准备建国防科技大学的分校。王佳妮听得一愣，根据合同的规定，无论以后卖多少钱，王长兴能拿到的都只有目前这个价格的 80%， 虽然也有得赚，但失去的可是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利益。王佳妮浑身无力，看着自己的父亲，哆嗦着问：那个合同能违约吗？不能违约。王长兴哭丧着脸。前几天葛清泉让人送了一份协议，增加了违约金数额。有多少？100亿。什么？100亿？王佳妮身子一晃，差点没摔在地上。葛清泉一定提前知道消息，不然的话怎么会突然增加这么大的违约金数额？这一刻，王佳妮下意识想到了曹阳。富贵在天，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基于当时最佳的考虑，没有对错之分。当然了，我个人认为你的眼光要比你爸好很多。是他，一定是他操控的这一切，不然的话，葛清泉怎么会突然要接手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区代售？王长兴突然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，火辣辣的疼痛始终没有让他心里好受多少，反而更加痛苦。期货市场上赚1个亿又怎么样？房地产损失了10几个亿啊！有几个人能轻松接受这样的结果？王佳妮牙齿都要咬碎，突然一言不发的转身离去。他要去找曹阳好好算这笔账。王长兴失神的看着电脑，许久后，他眼里变得异常凶。10几个亿不算多，只要自己在期货市场上再赚10倍就能回来。他拿出手机给某个投资顾问打去电话，咬牙切齿，喘着大气：全都给我投进去，搞大的。王总，这样风险很大的，你已经赚了不少。王长兴冲着手机怒吼着：我说投就投，别废话。一家忧愁一家欢。此时的葛清泉也得到了这个消息，突然一拍桌子狂笑出声：哈哈，都给老子打起精神！从今天开始，所有人不准放假，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到北区那几块地上面。项目部总监一脸疑惑不解：葛总，您这是？葛清泉更是狂笑着。迪士尼项目的批文已经下来了，国防科技大学分校的批文正在走流程，我们万顺地产要上天了。整个会议室在片刻的沉寂立刻爆发出惊天的欢呼声。葛总，恭喜啊，这次您的身家怕是要过100亿了，以后市里的其他房产商谁不得跟您竖大拇指？葛清泉心里虽然高兴，却没有太膨胀。要被竖大拇指的不是我，而是曹先生，如果不是他的建议，我根本没本事能看清这些。规划部总监也附和道：曹先生的确令人佩服的不行，简直就是神了。葛总，您看能不能把他拉来公司？我这个规划部总监情愿给他打下手，绝无二话。算了吧，曹先生那样的人物怎么可能屈尊来我的公司？不过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个想法。这样，行政部给曹先生加个荣誉顾问的职务，每个月打100万进他的账户，公司其他的各项分红也都按照副总的标准来做。另外，刘总监从财务部走账，拿1500万给曹先生打一只金蝉，回头我送过去。1500万会不会太多了？咱们以后的项目建设可是各处都得用钱啊。葛清泉脸色一沉：哪这么多废话，让你做你就去做，目光短浅。迪士尼和国防科技大学的落地，则让葛清泉对曹阳的评价瞬间提升了好几个档次，随便几句话就让自己获得了上百亿的利润。这样的人无论放在哪里都是备受尊崇的。别人打着灯笼都没处找，自己用1-2千万就笼络到，那是占了天大的便宜。被葛清泉训斥一番，刘总监很是有些郁闷，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一个个对姓曹的仿佛对待亲爹一样。与此同时，曹阳也接到了王佳妮的电话，王佳妮只说有关于论文，希望能见面探讨一下。曹阳自然是很想和这位未来的经济学大拿交好，直接答应了下来。不久后，曹阳到了王佳妮所说的咖啡馆，便看到坐在那面色不好的女孩。等很久了吧？王佳妮抬起头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忽然拿起咖啡杯就往曹阳泼了过去。
来不及反应，被泼了一身。还好他咖啡已经不烫了。服务员连忙跑过来把毛巾递过去，对王佳妮道：“这位小姐，麻烦您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，不然我们要报警的。”你报啊，我会怕。王佳妮看也不看服务员，只盯着曹阳，咬牙切齿的：“你这个混蛋，泼你一杯咖啡都是轻的。”曹阳没有动怒：“没事的，麻烦等会再来清理地面，不好意思。”曹阳打量一下王佳妮：“我不明白你这样做的原因，希望你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，不要觉得我不生气。如果不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，我不介意让警察带你进去冷静冷静。”王佳妮一脸愤恨：“你好意思问我为什么？你早就知道迪士尼项目，你敢不敢承认联合葛清泉一起坑我爸？”曹阳立刻明白过来，他叹口气：“迪士尼项目我的确听到一些风声，但小区代售和我无关，是葛总找你爸谈的。当然了，他的确是从我这里得到了一些消息才会这样做。但话说回来，之前吃饭的时候我劝过你爸，让他多听听你的意见，是他自己一意孤行，谁的话也不听，这怪不了我。”王佳妮立刻瞪起眼：“为什么你不直接告诉他关于迪士尼的事情？”曹阳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而王佳妮在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也暂时闭上了嘴巴，甚至表情显得有些不自然。他心里很明白，这是一笔生意。曹阳作为葛清泉的朋友，自然要为朋友着想，不可能去替一个陌生人考虑。从他的表情，知道对方已经想明白。我说过，每个人做的决定都是基于当时环境下的最佳考虑，没有对错。你父亲有你父亲的想法，没有人可以左右他，你不行，我更不可能。所以，我觉得你现在欠我一个道歉。王佳妮脸色开始变红，但10几个亿的损失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难以接受。她以后成就再高，如今也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，控制不住脾气很正常。曹阳很想和她搞好关系，却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的尊严。见她不说话，起身就走。王佳妮顿时有些慌乱，她来可不是单纯为了泼一杯咖啡，还有论文的事情。等一下，转过身来，王佳妮还是一脸慷慨赴死的样子。我承认自己的举动是有些出格了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控制好情绪。你的衣服我会赔的，如果你想报警抓我，我也不做任何辩解。但我希望你能告诉我，怎么知道论文会出错的？你这个道歉显得不够诚意，更像是为了问问题才勉强道歉的。王佳妮想也不想抓起对方的咖啡，对着自己直接泼了下去。浓浓的咖啡冒着热气，从她的脑袋一直淋下来，不管客人还是服务员都看呆了，连曹阳都满脸愕然。现在可以了吗？这杯咖啡的温度比刚才那杯高多了，烫得他头皮发麻。他这样做也让曹阳消了气。麻烦来条毛巾。服务员拿着毛巾走过来，满脸古怪的看着两人。这两人真是有毛病。坐下来说吧。你说你的。我知道你的论文出错，是因为当时我路过时，凑巧被我听到了你和导师探讨。我也是见到你才想起来那事，而且关于论文，纯粹一测，随口一说，没想到成真了。王佳妮擦头发的动作停顿下来，满脸狐疑。就这？对，就这。王佳妮抓紧了毛巾，强忍着冲过去踹他的冲动，搞了半天，这些都是蒙的。但下一秒，他心里还是升起了怀疑。凑巧路过学校，凑巧听到自己和导师的谈话，又凑巧碰面，世界上有这么多巧合吗？只听自己和导师的谈话就能判断论文的出错，这也需要很高的水平吧？你很了解经济学？算是了解一些吧。你说的那份欧亚文献我看了，其中有几个问题我不太明白，你能和我说说吗？曹阳深入浅出地讲述着理论上的知识，讲解这些在后世被人研究个底朝天的案例，可以说手到擒来。王佳妮却听得如见天人一般震撼，她一边听一边快速在脑子里思考，没想明白一心中的震撼就越多一分。直到曹阳讲完，王佳妮已经愣住了。这个人怎么懂这么多？不说自己，就算学校那些导师、教授也未必能强过他。这一刻，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心里竟然对这个男人升起了崇拜之情，犹豫了下，有些忐忑。请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在王佳妮看来，能有这番学识不是大学里的教授，就是金融领域的大拿。我现在和老婆一起在菜市场卖水果，味道挺不错的，有机会去尝尝。王佳妮愣了下，随后忽然一脸恼怒。你不愿意说就算了，用这种话糊弄我，有意思吗？我怎么糊弄你了？你见过凤凰去山鸡窝里下蛋，麒麟去马厩里吃草吗？曹阳一脸无奈，自己是一个穿越过来的人，不可能把这秘密说出去，只能随口一说了。那就当我是无业游民吧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想回去换身衣服。王佳妮这才想起来，自己泼了人家一身的咖啡，她顿时有点不好意思。我忘了这事了，这样吧，我去给你买一套新衣服，就当赔偿了行吗？算了吧，让我老婆看到穿着其他女人买的衣服，晚上我得睡地板。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刚烈的性格，曹阳不愿意，他也绝对不会强求。曹阳起身要走，王佳妮再次想起另一件事。我想问一下，现在的期货市场你了解吗？你是想问你爸投资期货的事情吧？我觉得期货市场很不稳定，有资本大鳄在里面搅和，但我爸这些天已经赚翻好几倍。你的经济学知识这么丰富，能不能帮我论证一下，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导致判断出错？记忆中那个无比自信的经济学大拿，可不是现在这副毫无信心的样子。曹阳忽然意识到，也许因为自己的出现让王佳妮产生了蝴蝶效应。
你的判断并没有出错，依照我的了解，期货市场一定会出问题。你爸现在盈利是因为运气好，或者说那些准备割韭菜的资本还没打算动手，他们要吸引更多人入场。所以你觉得期货市场会崩盘？差不多吧，大概多久？可能也就这几天吧。所以你最好劝你爸立刻把手头上所有的单子全都抛出去，反正他也赚不少了，没必要太贪心。王佳妮忧心忡忡的点头，她目送着曹阳的身影消失，然后眼神坚定的咬着牙往家赶，立刻冲到王长兴跟前。爸，马上抛单，快！抛单？你又发什么疯？没看到我正赚着呢吗？王长兴指着电脑上的投资页面，你看看，从你走到现在，我又赚了50%，这个好几千万呢。现在抛单我脑子进水了。王佳妮看了眼电脑上的投资单，立刻惊呼出声。你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？父亲是受了迪士尼项目消息的影响，想要在期货市场上大赚一笔挽回颜面，但他的行为完全违背了金融投资的正常规律。爸，你这样太危险了，既然赚了就赶紧卖。现在形势一片大好，刚才投资顾问和我说了，估计这2天还得继续涨，我起码持有3天以上，再抛单也不迟。哈哈哈！到时候我这1个多亿回来就是4、5亿了。王长兴满脸不屑。对了，你这丫头是怎么了？出去一趟回来就让我抛单，又听谁忽悠了？不会是那个姓曹的吧？曹先生在经济学领域的本事比我想象中大得多，就算我们学校的那些导师、教授也未必有他厉害。他说了，期货市场这2天就会全线崩盘，你再不抛就来不及了。王佳妮急得想哭，可无论他怎么说，王长兴却坚决不抛。用他的话来说，不管姓曹的还是闺女，都是半吊子，一点也不靠谱，还是专业的投资顾问厉害。1个月时间就让他赚回来几个亿，这才是真本事。就连王佳妮想让他买一些空单对冲风险，王长兴都不愿意。看着父亲坚定不移的表情，以及眼底深处的不屑一顾，只能祈祷曹阳的判断出了错，或者父亲能及时在崩盘前撤出来。回到家里，唐小玲有些不高兴。那个王小姐，没想到坏到这么蛮不讲理的程度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泼你，也太过分了。他已经道歉了，算不上什么大事。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过几天他家里会很惨。唐小玲不解地问：很惨？什么意思？你对他做什么了吗？想哪去了？他爸投资了期货，过2天就得大崩，能及时撤还可以保住盈利，不然的话血本无归。那你跟他说了吗？劝劝他爸啊。和王佳妮说了，具体就看他自己怎么说服王长兴了。但王长兴这个人很自负，应该不会听，反而劝得越多，他就越不想跑。唐小玲也没有说太多，总不至于为了这事就跑到人家家里大闹一场。刚换了衣服出来，就见唐小玲表情不太对。怎么了？唐小玲犹豫了一下，心里有些忐忑。菲菲从外地回来，你也知道，外婆就我妈和小姨2个闺女，她们俩关系特别好。每年菲菲从外地回来的时候，2家都要聚一聚。大哥问我明天去不去。既然他主动打电话来，肯定是希望你去的。那你怎么办？唐小玲的表情明显不太高兴，因为唐明海在电话里明确的说了，爸妈不希望曹阳参加这场家宴，只让他带着女儿去。刚和父母吵完架，唐小玲也不乐意参加这样的场合，只是想到小姨日子不怎么好过，如今好不容易熬出头来，自己不参加，实在过意不去。曹阳看出他的想法，没事的，你和妞妞去就行了，我继续卖水果给你们挣钱花。唐小玲看着他，一脸的内疚，都怪我没有处理好家里的事情，让你受这么多委屈。哪有什么委屈，对我来说这都是小。话没完，红唇堵住了之后的话语声。许久之后，看着眼前这个眼神迷离、脸颊通红的女人，他的眼睛都像要着火，他喉咙发干，声音沙哑。我说了，要再娶你一次。必须要再娶一次之后才行吗？曹阳笔墨直流，自己当年可是号称欢场华佗的极乐大帝的人物，如今竟然被一个少妇勾的魂都快没了，再多看他一眼就想做禽兽。必须再娶你一次才行。唐小玲倒抿着嘴笑，羞答答的。那我等你。曹阳头疼不已，真想立刻关灯将他就地正法。第2天的早晨，葛清泉就扛着一个大箱子走了进来。葛总，您这是？葛清泉神秘兮兮的把箱子打开，曹阳也是一愣，出现一只将近半人高的金蝉，金光璀璨，表面的纹路、花纹处理得非常巧妙，一看就不是普通师傅的手笔。找了几个朋友，把他们金店里所有技术好的师傅全都集合起来，连续赶工好几天才做好的，重量是111斤，1两1分1钱。希望曹先生以后能够一帆风顺，一飞冲天，一直幸福。曹阳看得有些愣神，100多斤的金蝉，价格要差不多接近2000万吧？而且这玩意摆家里，是不是太暴发户了？这话让葛清泉心里有些忐忑。曹先生是不喜欢吗？没有，就是觉得有点夸张了。曹阳哭笑不得。让人看见家里摆了这么一个东西，还不天天惦记着，我怕回头被人顺走了，到时候不好和葛总交代啊。葛清泉松了口气，哈哈一笑。回头我调几个人过来，24小时在别墅4周巡逻。再说了，就算丢了也没啥，东西送给曹先生，那就是个人物品，不用给我什么交代。这会不会有点太破费了？一点也不破费，我还觉得少呢。要不是考虑到太占地方，我都想弄只金象过来。葛清泉神秘的嘿嘿一笑。
曹先生还不知道吧？这2天我那几块地价格暴涨，不知道多少人开着高价想求合作的，爽的不行，真是太爽了，简直爽翻天了。葛清泉越说越激动，曹先生可真是我的财神爷呀！我还真琢磨着，干脆把家里关二爷换成你的照片，每天给您磕头呢。葛清泉又是一阵哈哈大笑，让曹阳听得震耳欲聋。自从迪士尼项目落地的消息传开，市里的大小开发商都迅速准备囤地，结果等他们发现最好的地块都被葛清泉买走了，想拿地只能找葛清泉，这让葛清泉被动式的狠狠赚一笔。曹先生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，下一步如何是好？如果葛总能让他们按照规划去建设，并且压低他们的利润，倒不是不可以合作。有他们的投资，能大幅度减少你的资金压力，也可以让新区建设的速度更快。曹先生和我想到一起去了。行，那就这样办。回头我找他们谈，听话的一起赚钱，不听话的直接走人。到时候曹先生跟我一块吧。规划中有一些细节得您亲自出马才能解释得明白。曹阳露出了犹豫神情，不等他说话，葛清泉便道：我知道曹先生不爱钱，但我还是在公司给您挂了个荣誉顾问的头衔，也不多，1个月100万，年底按照副总的级别分红，算是一点小心意。刚好走来的唐小玲听到此话，立刻露出了心动的表情。见丈夫还在犹豫，她有种想去掀开丈夫嘴巴立刻答应的冲动。曹阳也知道自己不缺乏赚钱的手段，却缺少启动的资金，只能用这个价值连城的消息换取利益。既然葛总如此厚爱，那我就不推辞了。不过这份合同的基础条款是3年期限，并且每年的金额递增30%。这话听得唐小玲心跳加速，背后冷汗直流，忐忑不已。她抬头看着自己的丈夫，欲言又止。人家葛总如此大方，没提任何要求，就每个月给你100万，你还想要更多，是不是太贪心了？她真怕葛清泉听了一怒之下甩袖子走人。然而葛清泉非但不生气，反而一脸喜色。哈哈，我早就等你这句话，只要曹先生答应，钱的事情好说。这话让唐小玲背后冷汗立刻缩了回去。葛总既然来了，一块吃个早饭，等会我老婆要出去见亲戚。好好好，对他来说，能和曹阳一家的关系越融洽越好，能一块吃早饭算是自己的荣幸。唐小玲这才注意到客厅里多了一只金蝉，她好奇的看了。那是什么？葛总送来的铁疙瘩，说有111斤1两重，希望咱们家一直幸福平安。那葛总还挺有心的。唐小玲没想过这玩意是纯金的，要不然她可就门都不敢出了。几人上了葛清泉的莱斯劳斯轿车，宽大的座椅，豪华的内饰，让唐小玲看得羡慕不已。弟妹喜欢这车，这样回头我带你和曹老弟去趟莱斯劳斯店买一辆。唐小玲连忙摆手，不用不用，我就是随便看看，而且这车也太贵了，就算送给我，我也不敢开。哈哈，对女人来说的确有点高调了。回头你们想想要什么车，跟我说一声就行。市里这些 4S 店老板，我基本都认识。这可不行，我们家要是买车，肯定自己掏钱，总不能让葛总破费。这算什么破费？曹老弟是我的荣誉顾问，给他配台车本来就是应该的。你是他的家属，享受家属福利也不算违规。唐小玲还想说什么，却被曹阳拍了拍后背。不用想太多，我能带给葛总的不止100辆劳斯莱斯。哈哈，对对对，这话说的是。不久后，唐小玲带着女儿下了车，却没有立刻离开。曹阳明白了他的心思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多想的，去吧。唐小玲这才松一口气。车刚刚离开，忽然旁边传来一声喊：玲玲。唐小玲连忙迎过去。小姨，菲菲。姐，我刚才看你从莱斯劳斯下来了，那谁的车呀？唐小玲有点心虚，她想说那是自己的丈夫，但车和曹阳又没什么关系，最后支支吾吾的。是一个朋友的。朋友？你这大清早的从莱斯劳斯下来，该不会……宋雨欣似乎看出菲菲的想法，连忙拉了她一下。你怎么这么多问题？那什么，玲玲啊，你妈他们得一会才能来吧？要不然我们先进去坐着等。谭菲菲有些不高兴地嘀咕着。我又没说错什么，能坐还不让人说。这话唐小玲自然明白她是误会了，却又不好解释。如果说丈夫也在那辆车上，恐怕更没人信，反而让他们觉得她是在心虚撒谎。宋雨欣故意转移了话题，挽着唐小玲进了饭店。谭菲菲忽然眼珠子一转，看着小妞妞。刚才车上是谁啊？是我爸爸。谭菲菲听得一怔，随后表情古怪。你妈妈让你喊她叫爸爸？小妞妞一脸疑惑不解。对呀，不喊爸爸喊什么？这个嘴上说绝不离婚的表姐，竟然偷偷摸摸和有钱人搞到一起，还让孩子喊那人叫爸爸。表面看着清纯，没想到背地里还挺能玩的。嘿嘿。唐小玲哪里知道自己1年不见的表妹会把她想得如此不堪。最近怎么样？听你妈说妞妞生了一场大病，欠了不少钱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就算我帮不了什么忙，最起码也该去看望一下。唐小玲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解释，当初女儿生病时候和家里关系正紧张，哪敢再跟别人说。我还行吧，最近。这时谭菲菲走进来，笑嘻嘻地打断她的话。姐，你还在菜市场卖水果，生意咋样？一个月赚几万啊？宋雨欣连忙呵斥道。菲菲，你又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玲玲，你别介意，这妮子从小没人管，
没事，菲菲又没说错什么，我水果生意挺好的，一个月能赚不少钱。韩菲菲打量唐小玲一下穿着，我看你这身衣服好像是大牌子啊，得不少钱吧？今天希望能在娘家解除误会。唐小玲想好好解释丈夫并非没本事，特意把上次买回来的衣服挑了一身穿上。宋雨欣跟着看了看，这衣服看起来倒挺细致的，啥牌子啊？一线品牌，说了你也没听过，我看看网上能不能搜到。谭菲菲给唐小玲拍了一张，然后用图库搜索功能搜了起来。没多久，突然惊呼出声：我的天啊，3万多呢！你看错了吧？玲玲怎么可能买几万块一件的衣服？在宋雨欣看来，这个外甥女的经济条件不比自己强多少。唐小玲的衣服最贵几百块了不起了。谭菲菲立刻把手机递到她面前，旗舰店搜到的，怎么可能看错？你看是不是一样的？宋雨欣看了一眼，也立刻惊讶万分。她看向唐小玲，然后便想起来饭店门口的豪车。难道说外甥女真的和有钱人搞在一起？但宋雨欣还是本着亲戚友好相处的原则替她开脱。小玲，你这该不会是买的什么高仿吧？我跟你说，就算仿得像，万一被看出来，还是会丢人的。穿高仿的衣服，也许会被人说是爱慕虚荣，但总好过婚内出轨这样的罪名。谭菲菲却不顾一切，呵呵一笑。怎么可能是高仿的？就这做工，哪怕高仿，价格也得上万。姐，看来你的水果生意真挺赚钱啊，能不能也教教我啊？不但可以赚钱，还能拓展人脉哦。她看向宋馨宇，阴阳怪气地说：妈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宋雨欣憋着火，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替唐小玲解释，只能尴尬地笑了笑不说话。唐小玲也看出谭菲菲是故意的，心里多少有些不高兴，只是当着小姨的面不好多说。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钱，都是我老公给买的。谭菲菲更是故意拖着长音。哦，你老公啊！宋雨欣立刻推了闺女一把，走，前面包厢到了，先进去看看环境怎么样。虽然被他打了岔，但谭菲菲却哼起了歌。唐小玲在后面心情低落的不行，她真想立刻告诉对方，自己家已经不再是之前那样落魄了，不光住进了大房子，老公现在一个月都能赚100万。但她知道父母都不相信，别人更不会信。进入包厢后，谭菲菲算是消停一会了，只是拿手机哼着歌的样子，在当下氛围中总显得有些特殊。宋雨欣有意缓解一下气氛，但是见唐小玲兴致也不怎么高，也不再说话。沉闷的时间如此难熬，好在没过多久，宋月如和唐景松来了。大姐，姐夫来这么早？菲菲今年回来的挺早啊。干嘛？不想让我回来这么早吗？这孩子跟你大姑说话还没大没小的，不理他。明海呢？怎么没来？他今天公司里有事情，太忙了，等忙完再过来。等几人落座后，宋雨欣看到小妞妞窝在唐小玲怀里，用一种怯怯的眼神偷看宋月如。你们是不是有段时间没见面了？我看妞妞这丫头怎么都认生了开始。宋月如知道自己掀桌子后给外孙女留下不小阴影，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好。这时谭菲菲忽然大喊一声：我查到了，我查到了！你这丫头又发什么疯，大呼小叫的？谭菲菲嘿嘿一笑，瞄了唐小玲一眼。我知道刚才门口那辆车是谁的了，一个大富豪哦。唐小玲心里咯噔一下，她真担心这表妹胡来，让她全身发麻，手心冷汗直接冒了出来。什么车？宋雨欣感觉情况不妙，立刻打了圆场。没什么，就是门口停了一辆豪车，这丫头比较好奇谁那么有钱而已，没什么。哎呀，先吃点垫垫肚子。菲菲，把你手机放下吃饭，这么多菜堵不住你的嘴呀。谭菲菲不高兴地撅着嘴，一脸不爽。如果不把这件事挑明，压在她心里会把她憋死的样子。只不过宋雨欣强行把她按住，一时间让她没办法说出来。唐小玲本想趁着小姨在可以好好缓解父母的关系，这回让她如坐针毡，别说吃饭了，连头都不敢抬。就这样一顿饭吃的所有人都觉得不舒服，唐景松更是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过。吃完了饭，两家人来到饭店门口等出租车，看着宋月如和宋雨欣站在那说话，谭菲菲眼珠子一转，对妞妞笑眯眯的：你爸爸什么时候来接你啊？小妞妞摇摇头，天真的道：不知道呀，他平时也天天开车送你们出门吗？唐小玲听得心头一跳，看着谭菲菲，而她故意装作没看到她的眼神，转头对旁边的唐景松：姨父，玲玲姐现在生活条件可以啊，天天车接车送的，看来我姐夫很能干，发大财了。这话反倒让唐小玲稍微松了口气，唐景松却听得一脸变黑。他发个屁的财，欠了一屁股账。谭菲菲故做出一脸惊讶的表情。不会吧，今天我明明看到姐夫开着豪车。宋雨欣听到立刻跑来拉住他。菲菲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不是跟你说看错了吗？哎，我哪看错了，是妞妞自己说的，管那人叫爸爸，不信你问他。刚松口气的唐小玲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，宋雨欣气得真想把他脑子给揪下来。唐景松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菲菲，你说什么豪车？你都看见什么了？谭菲菲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，看看宋雨欣，又看看唐小玲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说了，可能真是看错了，听错了吧，当我没说。
你们别听他胡说，他其实……你别说话！唐景松阻止了他的劝说，看着谭菲菲，你把话说清楚。谭菲菲又看看几人，做出一副犹豫的样子，然后才叹口气。好吧，我和妈来饭店的时候，刚好看到玲玲姐从一辆莱斯劳斯上下来，本来也没多想，结果网上搜了下车牌号才知道，那辆车是咱们这里万顺地产老总的座驾。关键是妞妞说玲玲姐让她喊那人叫爸爸，我妈可能是怕你们误会，才不让我说的。当然了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随口这么一说，可能开车的真是我姐夫。这话听得所有人直接炸了锅。万顺地产的老总。宋月如终于明白之前外孙女住院那200万是怎么回事，人家愿意借钱，不是冲着曹阳的面子，而是冲唐小玲来的。大清早女儿从葛清泉的车下来，难道他们昨天晚上就在一起？一男一女晚上在一起能干什么？光是这么一想，宋月如就头晕，差点就摔着。唐景松听得脸色铁青，浑身发抖，他猛地转头看向唐小玲。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抬手就是一巴掌抽了过去，又是一巴掌。正当他抬头要打第3次时，唐小玲不再躲，他死死瞪着父亲。打呀，继续打！妞妞嗷嗷大哭，用力把唐景松推开。不准打妈妈，你是坏外公，你们是坏人，走开！也许是因为小丫头的阻碍，唐景松没有再动手，他指着唐小玲一脸的愤怒和失望。你真是长本事了，跟着曹阳过日子，别的没学会，就学会给人当第三者的是吗？我说他怎么能借来几百万的？原来是靠出卖自己老婆的身体是吧？唐小玲发疯似上前就推了他一把，差点就摔倒，望着父亲，声音冷漠至极。对，是他把你女儿给卖了，你女儿傻没脑子，卖了还帮他数钱，继续打呀，赶紧把我打醒！唐景松越想越气，简直就快成了魔兽。王九蛋，我现在就去弄死他！我要把他的心掏出来，看看到底有多黑，是不是真的一点肉都没有了？唐小玲再次用力推了他一把。你去吧，赶紧去，你去把他打死，然后我会跟他一起死。唐景松满脸愕然，看了看唐小玲，又看看妞妞，这回怂了，再大的怒火只能往死里咽。宋月如眼泪直流，已瘫软在地。你怎么能这样做呀？要钱，你和我们说呀，你怎么能去给别人？唐小玲想也不想，直接对了上去。我说过多少次，你们始终不信。那好，我喜欢，我就喜欢这么过，你们满意了吧？宋月如一听，一巴掌一巴掌朝自己的脸打去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养出一个这么不要脸的女儿，都是我不对。别这样啊，有什么事好好说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谭菲菲，看你干的好事，回家我再收拾你。谭菲菲现在开始发慌，看着大姨和表姐脸上的掌印，听着那哭天抢地的声音，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。我没想这样啊，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。不怪菲菲，是我们太放纵她了。唐景松沉着脸，如果我们早一点下定决心，态度强硬一点，也不会闹到今天的地步。只是没有想到，我唐景松的女儿竟然会为了钱去做这么不要脸的事情。唐小玲，你真是好样的，你太给爹妈长脸了。是啊，我真是太给你们长脸了，没有按你们说的那样活着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想怎么样呢？让我像哪吒一样削骨还父，割肉还母吗？玲玲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爸妈也是为你好，何况这事的确是你做的不对。他虽然恼怒谭菲菲把事搞得这么尴尬，但唐小玲的态度更让他不高兴。这孩子被人揭穿，应该觉得羞愧才对，怎么现在不但不觉得羞耻，反而搞得好像自己受了多大委屈一样？唐小玲也懒和他们解释，扫视着眼前的这些人，冷冷一笑。我知道在你们心里，我是个极其不堪的女人，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我唐小玲做事堂堂正正，有原则，有底线。只是你们的想法真的太肮脏了，你们信不信我已经不在乎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。说罢，拉着妞妞就走。你也配说自己有原则、有底线？有你这样的女儿，我脸都被丢尽了。别说我们不要打扰你的生活，有本事以后你有什么事别来找我，彻底断绝父女关系。唐小玲头也不回的。断就断，我不稀罕，有你们这种父母，我更觉得丢脸。看着他离开，宋月如哭得站不起来，她抱着宋雨欣撕心裂肺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这不欢而散的局面让谭菲菲很不安。那个万顺地产的老总不会来找我麻烦吧？唐景松瞪着眼睛，他敢？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敢找你麻烦，你就跟我说，看我怎么弄他。此时万顺地产会议室内，曹阳正和所有前来的合作商开会。这次的合作事宜，我已经全权委托公司的荣誉顾问曹先生负责。在北区的项目中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不需要再询问我的意见。曹先生，我们开始吧。这话一出，让合作商个个满脸愕然。什么叫不用再询问他的意见？这年轻人谁啊？葛总怎么给他这么大的权利？别说一个顾问了，就算葛清泉他亲爹也没这么大的权利吧？这种身份地位的不对等和反差，让众人感到离谱。现在我来说明一下本次合作的原则。首次开口，他的语调不高，可每一个字都像千钧重锤一样砸在所有人心头。要合作就要约法三章：第一，完全按照合同办事；第二，不准提出任何质疑；第三，本公司保留一切最终解释权。如果有谁听到这些觉得不乐意，现在就可以离开，留下来的我们再继续谈具体的项目规划。
众人听得心中沉甸甸的，虽然有些人心中不爽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就此离开。既然都愿意留下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一个条件。在听我们对北区的项目规划前，请各个房企先预交100万的保证金。如果本次谈判的内容被泄露，100万直接没收；如果没人泄露，等项目完工后再完璧归赵。这话一出，顿时惊起万重了。一个字都没说呢，就要人先交100万，疯了吗？这位先生，我们连这地块的规划都没听，就要交100万，好像不太合适吧？再说了，谈合作本身就是光明正大的，从没听说过什么保密。难不成你们要把整块地一直封闭施工？曹阳直接指向会议室大门。不好意思，施工过程涉及机密内容，不愿意交钱的可以现在离开。那名房产商脸色难看，他好歹也是身家几个亿的富豪，被一个年轻人如此怠慢，心里很是不爽。走就走，没了你们万顺地产的地，我也可以找其他地块去开发。一个人吃独食，比跟你们合作要赚得更多。这让不少人内心认同，一个人走，后续就有跟随者。眼看有6、7个开发商直接走人，曹阳没有半点慌张，更没有要劝阻的打算。现在讲第二个条件，所有参与合作的公司必须在1周内拿出不少于30个亿的资金，并且直接打入万顺地产的公户。当然了，如果贵公司的现金不够充足，可以选择把入股后的股权拿去银行抵押贷款，但利息要自己掏，自认拿不出这么多钱的，也可以现在离开。这一次30个亿，众人更加惊愕，人群开始骚动，议论声此起彼伏，有脾气急的更是一甩袖子直接走了。30个亿进你们的户头，如果是贷款得到的，还得我们自己掏利息，那你们呢？一家30个亿，10家就是300亿，光是这些资金的利息就够万顺地产赚不少了吧？在这些人看来，曹阳现在所说的话摆明是把他们当冤大头。眨眼间，会议室里剩下的已经不足10家。葛总，这个条件是不是太苛刻了？30个亿可不是小数字啊！我说过了，北区项目一切以曹先生的话为准。我想知道你们的规划究竟要投入多少，利润又能达到多少预期？等留下的人都交够100万保证金后，我会回答这个问题的。又有2家房产商选择离开了。在众人还在议论的时候，廖总很是觉得好奇，他想了想，咬牙拨通公司财务电话，给万顺地产账户打100万。其他房产商也有些惊讶，没想到廖总会这么有魄力，有一个带头的，便有第二个。很快，有6家房产商选择拿100万去听曹阳会说什么。收到600万的保证金后，会议室的大门关闭。恭喜各位暂时入围我们的合作圈。现在我可以回答廖总刚才问的问题了。整个项目规划投资的金额在880亿左右，共分为4期进行建设。第1期投资金额不低于30亿，最高不超过50亿。从第2期开始，投资金额将是情况增加，但各位所占的股权将有所降低。因为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各位，4期项目完工后，我们的总利润最少可以达到1200亿以上。这番话听得会议室里议论声更大了。6家公司的老总瞪大眼睛看着曹阳，满脸的不敢置信。1200亿，就凭葛清泉手里的那些地，可能吗？虽然说迪士尼乐园和国防科技大学分校就在旁边，可以让地价飙升，但就算翻上100倍，也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吧。我忽然觉得这100万怕是打水漂了。你们万顺地产该不会是遇到什么大难题，要从我们这里圈钱然后跑路吧？你们万顺地产就是在玩套路，就知道坑人，专门圈钱的。我们走。又走了2位合作商。会议室的大门再次关闭后，曹阳看向仅存的3家房企，笑着道：我们开始讲具体的规划方案。我想在听完这个方案后，你们应该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利润能达到1200亿了。这3家房产商的老总对曹阳也没有信任度，只不过他们100万都掏了，宁愿耐着性子也要听这个年轻人到底怎么忽悠。会议室外，那些先行离开的房产商并没有直接走，而是聚集在会议室外彼此交谈着。啥话没说就让人先交钱的，100%是骗子，亏你们还是生意老手，这种当也上。1200亿他都敢吹，也太离谱了。这个葛清泉到底在想什么？推出这么一个傻帽吸引火力。听说万顺地产之前费了好大力气买来的3块地，现在都卖给了华电集团，现在又搞这么一出，他们该不会是要破产，想利用热度圈钱吧？众人的议论中，基本上都是对万顺地产的践踏和鄙夷，没有任何人相信曹阳所说的话，尤其那些交了钱的房产商，现在恨不得把曹阳的脑袋揪下来当球踢。吹牛逼也得有个限度吧，他这也太恶心人了。华电集团的老总呵呵笑着，之前我就觉得万顺地产突然把地卖给我们有些奇怪，现在看来还真是有点不为人知的内情。众人一边议论着，一边看着会议室的门，心想剩下那3位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了。然而让他们意外的是，10分钟、30分钟、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时间1分1秒过去，却始终不见会议室的门打开，一直等到天都黑了，3家房产商终于走了出来。其他人顿时来了精神。廖总、胡总、范总，你们怎么谈这么久啊？都说什么了？这几个小时里，他们看到了一场宏大的盛宴正在徐徐展开。最初的质疑已经在曹阳的讲述中烟消云散。廖总等人满脸喜色。不好意思，无可奉告。廖总，你们该不会是真信了那小子的话吧？向总更是满脸讥讽。1200亿，听起来倒是怪吓人的。
只是没想到三位竟然会被一个镜花水月般的数字给唬住。廖总看着眼前这些人，得意的笑了笑。向总倒是很明智，连100万都不舍得掏，希望过不了多久，你还会因今天的决定继续骄傲，而不是痛哭流涕。哈哈哈！都是聪明人，自然明白廖总的意思，个个满脸愕然，脸色比吃了死苍蝇还难看。此时的会议室里，葛清泉满脸笑容。曹先生真是太厉害了，这气场强得吓人。我只是把自己理解的说出来而已，聪明的人自然能听明白这里面代表着什么。不过只剩3家房产商，会不会太少了？不少，只留下3家，是为了减少我们的股权分散比例。而且我已经逼迫他们最少拿出30亿的资金了，加上我们自己的力量还是够用的。等到2期的时候，我们的资金只会更加充裕。葛清泉心中大喜。曹先生趁着今天高兴，走，我们出去喝点。行，我先和家里打个电话。手机接通后，里面传出唐小玲低沉的声音：你怎么了？听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的样子。妞妞在一旁喊着：爸爸妈妈刚才哭了。突然站了起来，把旁边的葛清泉等人都吓了一跳。怎么回事？谁欺负你了？唐小玲没有说话，只在电话里哭泣。葛总，看来我们得改天了，家里出了点状况。葛清泉也没多问。行，我让司机送你。看着他匆匆离去的样子，葛清泉对身旁几名公司高管叮嘱：以后记住了，曹先生很大度，不会太计较什么，但他老婆孩子是绝对不能惹。您的意思是？没什么意思，回头如果曹先生需要什么帮助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找了什么人，都要尽全力去满足，明白吗？一进门就看到唐小玲两眼通红，很是憔悴。怎么回事？唐小玲立刻扑入他怀中，痛哭出声。过了许久才平静下来。我没事了，对不起，是不是打扰你工作了？工作是为了赚钱，赚钱是为了让你们过得幸福。如果你不幸福，我工作就没有意义了。唐小玲再一次用力抱紧他。现在可以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吗？是不是去吃饭被刁难了？唐小玲不是个喜欢惹是生非的性格，她摇了摇头。其实没什么，就是我天生喜欢哭。才不是呢，外公打了妈妈的脸，可疼可疼了。陶阳眉头一皱，脸色阴沉。你爸只是讨厌我，本不该打你的，这是为什么？别问了，只是一场误会而已。我爸他脾气就那样，你知道的。曹阳非常清楚，唐家虽然很是反对他俩的婚事，但是对唐小玲可是疼爱有加，甚至当宝贝护着，不可能轻易动手。什么样的误会让他把你打成这样？如果你不说，我现在就去找他问得清楚。唐小玲听得心头一跳，连忙抓住他。他那边还没消气，这个时候去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，恐怕会更糟糕。那你就跟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唐小玲有些犹豫。其实算是一场误会。上午你和葛总送我去饭店，刚好被我小姨和菲菲看到了，他们不知道你也在车上，误以为我和别的男人有染。我爸知道后就生气了。此时曹阳气得有吃人的冲动，要不是岳父真想去扒了他的皮，放在其他家庭3言2语就能解释清楚，就算当时不信，起码也得等水落石出再做决定。是小姨说还是谭菲菲说的？是菲菲姑姑说的。曹阳一脸愤怒。把谭菲菲找出来，事情是她惹出来的，就必须由她来解决。给她打电话，我把葛总叫去找你爸当面对质。唐小玲满脸苦涩。我知道你是想为我讨个公道，就算你把葛总喊去了，他们这脑子你觉得会信吗？他们只会觉得葛总被我们拉来演戏，这事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和你一起平平安安的过完这一生才是最重要的，消消气好吗？这时唐小玲的电话响了起来，接通后听了2句，脸色一变就挂断电话。怎么了？谁的电话？唐小玲叹了口气。我爸的，他说那套房子有人要买，让我们明天去过户。当初买房子的时候，父母说过，不管以后他过成什么样，房子就是他最后的立身根本。可现在他们把这所谓的立身根本收回去了，等于和父母彻底断绝关系了。那就去吧，反正我们也不需要那套房子。第二天一早，2人到了房管局，唐景松和购房者都在。唐景松看了眼唐小玲的脸，见红肿已经消退，但从他表情可以看得出内心很是内疚。他又看了曹阳一眼，那眼神甚至能杀人。既然都走到这份上，曹阳也不再理会他。整个过程中，双方没有任何交流。办完一切手续，唐景松没有和女儿告别的兴趣，转身就要走。结果身子刚转过来，就感觉心脏猛地一抽，顿时疼得浑身冒汗。2人本来也要走，但是看到一脸苍白、满头是汗的唐景松，又停了下来。看到父亲脸上的痛苦之色，唐小玲犹豫着，不知道该不该问。唐景松察觉到他的目光，强忍着身体的不适，直起身子，咬着牙：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肚子疼。唐小玲虽是个软性子，但是被这样呵斥，心一狠，干脆拉着曹阳走出了银行。刚走到门口，曹阳拉住他：你爸有心脏病史，刚才我看到他掀我的胸口，估计是犯病了。唐小玲一愣，这才想起来父亲多年前曾因为心脏病住过院。你还记得？自己这个做女儿的都没想起来，一个常年被老唐家骂到狗血淋头的女婿，却记得这么清楚。唐小玲刹那间红了眼睛。这时唐景松捂着胸口，迈着蹒跚的步伐出来。唐景松看到夫妻俩，
他微微一怔，脸色有些难看。从唐小玲的脸上，唐景松能看出担忧的神情，这让他心里多少有些暖意。毕竟是自己闺女，可他实在不愿意在闺女面前表现出脆弱的一面，哪怕疼死，他也得回家一个人疼着。哼了声，继续向前迈步，突然感觉心脏再次剧烈抽动，呼吸变得无比困难，一口气没喘上来，头晕目眩，朝着前方摔了。老唐，你怎么了？这是真是吓死我了！爸，刚才护士都说了，如果不是送来的及时，你这次要出大事的。对了，你醒的时候看见小妹了吗？唐景松想也不想，没看见。只是他的表情和闪烁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一切。他知道这俩人之所以没走，一定是看到自己的情况不对劲，才留下来等待的。只是自己刚把人家的房子给卖了，现在又受了人情，让他接受不了。是玲玲把你送来的吗？我听那丫头在电话里都哭了，好像还有曹阳的声音。唐景松依然不接受曹阳的好意。别跟我提那个兔崽子！一旁的唐明海叹了口气，爸，说到底，小妹终究是咱们一家人，你竟然真把她的房子给卖了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真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？一说这事，唐景松差点从病床上跳起来。我过分，他们俩不过分吗？唐景松瞪着眼睛吼着，我是为他好，他去当驴肝肺，你现在怪我做事绝。唐明海，你是分不清楚青红皂白吗？宋月如也赶紧劝说，明海，你爸还生病呢，好端端的你气他干嘛呀？快别说了。唐明海也知道现在不是吵架的好时机，只能先闭口不说。这时候护士进来递上一张单子，这是你们的医药费单子。好，我马上去交钱。护士瞥他一眼，里面的钱还剩不少呢，暂时不用交。唐明海看了眼，顿时满脸愕然。只见账单清楚显示，一预交医药费10万块。他把手里的单子晃了晃，爸，你看见没有？就算你这小妹再怎么样，人家二话不说直接给你交了10万块，所以我说啊，你就不能10万块？唐景松当即打断他的话，你知道他哪来这么多钱的吗？哦，我忘了，你还不知道你那个可怜兮兮的妹妹都做了什么呢？月如，跟他说说唐小玲都做了什么，我是实在张不开嘴说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。宋月如一脸为难，女儿和有钱人染上，当妈的要比当爸的还要难堪。唐明海看着一脸莫名其妙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？宋月如嘴唇颤了颤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唐景松冷笑一声，自己教出来的好闺女不敢说了，那我替你说，妞妞之前生病，说是曹阳找葛清泉借的钱是吧？对呀，怎么了？唐明海一脸纳闷，爸，虽然借钱不是好事，可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现眼吧？如果你小妹为了借钱和葛清泉来上一腿呢？唐明海一愣，脸色立刻突变。爸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小妹怎么可能和葛总染上啊？误会？唐景松再次冷笑。那天跟你小姨一块吃饭，他和菲菲亲眼看到你妹大清早的从人家葛清泉的豪车上下来，还让妞妞喊那个人叫爸爸，你觉得这能有假？唐明海，这就是你和你妈天天拼命维护的好妹妹，看看你们俩把她害成什么样了！我犯心脏病也都是被他们活活气的。唐明海惊诧不已，他实在没想到唐小玲竟然会做这种事。当时他觉得曹阳是傻，人家送上门的好处干嘛不要？但是现在他忽然觉得自己是被骗了。也许从一开始他们就在演戏，曹阳表面做出一副不要好处的样子，其实暗地里和葛清泉串通一起把小妹给卖了，在背后不知拿了多少好处。这样一来，孩子的病没钱治，小妹只能去找葛清泉帮忙，这使得曹阳更是狠狠赚上一笔。唐明海整个脑子在天旋地转，越想越气，当即拿起手机就要给唐小玲拨过去。宋月如连忙过来按住他的手，算了，别打了。为什么不打？他连这么不要脸的事情都敢做，我当哥哥的能不管吗？唐明海怒目而视。还有，你们既然知道了，为什么早不跟我说？就算你掺和进来，又能有什么用吗？你能改变他们俩吗？真有用的话，事情也不会被拖到这个地步了。想到女儿被有钱人压在身下，用身体去换孩子的治病钱，宋月如这心里就说不出的难受。她流着泪，伤心欲绝。哭哭哭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哭，都是你把她宠得上了天，连是非都分不清楚了。早点听我的，现在什么事都没有。那我能怎么办？他不愿意离，我能捆着他去吗？唐景松张了张嘴，狠狠地往自己脸上给了一巴掌。爸，你干嘛呀？这又不能怪你，是小妹太不懂事了。唐景松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，接通了电话。喂，老唐啊，你这2天见着老廖了吗？老廖，你天天和他在一块，怎么问我？我就是找不着他，电话关机，去房子那也没找着人，这不是着急吗？问了好多人，都说没见到他。唐景松听得心里咯噔一下，猛然想起曹阳曾经说过，我劝您不要投这个项目，因为这是近些年最大的骗局。唐景松心里顿时有点慌。他不是有好几套房子吗？你都去问问看。还有他小儿子，我记得是在3中上的吧？别提了，那几套房子我都去过了，其中2套好几个月以前就卖了，还有1套中介正带人看房子呢。至于你说的小儿子，我倒不是很清楚。唐景松听得心里愈发沉重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你等一下，我给他打个电话看看。我都打多少遍了，一直关机。唐景松一怒，直接挂断电话，开始给廖总拨了过去。
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唐景松急得有点冒汗，又拨了另外一个手机号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宋月如和唐明海似乎看出不对劲。老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给谁打电话呀？姓廖的，他突然不见人影，房子也都卖了，可能出事了。宋月如一呆，随后也慌了起来。唐景松一辈子积来的100多万，全部投进了塑料厂里，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，等于他们家连棺材本都没了。那赶紧问问其他人了。唐景松听得不耐烦，别催我，正在问着。他拼命给其他认识的人拨电话，打了1个、5个、10个，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姓廖的在哪。直到手机都打没电了，唐景松才颓然地放下电话。整个过程中，他没有得到半点有用的消息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所有人都不知道那位被寄予无数希望的廖总去了。怎么样了？问出来头绪了吗？问出来个屁！唐景松额头有些冒汗。最近这段时间没一个人见过他，厂里的人也好久没见他了，连市里的领导来都找不到他。宋月如也想起曹阳之前说过的话，颤抖着。他该不会真的跑了吧？唐景松像被踩了尾巴一样跳起来，极力否认。怎么可能？绝对不可能！他真的害怕了。如果姓廖的跑了，自己这100多万就等于打了水漂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会证明曹阳当初说的是实话，没有污蔑人。爸妈，你们别着急，可能廖叔只是临时有什么急事，说不定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对，那么大个厂，那么多钱，还有政府帮他撑腰，怎么可能跑呢？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唐景松额头冒着汗，却还是要强行做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，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安慰着宋月如。别急，老廖不是那种无缘无故一走了之的人，别没事吓自己。宋月如满脸的担忧。可是100多万呢，万一……她也很想相信丈夫的说法，可凡事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唐景松自己心里也明白，所有的话不仅仅是在安慰妻子，也是在安慰他自己，否则的话，他可能会当场吓到心脏病发，直接挂了。唐明海也是一样，心里没底，犹豫了下。要不然我去找曹阳问问，他当初斩钉截铁地说廖叔叔是骗钱，说不定知道些什么。宋月如眼睛一亮，感觉抓到了救命稻草。对，他肯定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你快去找他问问情况。唐景松嘴巴张了张，很想阻止妻儿，但是关100多万的养老钱，他不得不选择闭嘴。唐明海也没耽误，直接给唐小玲去了电话。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，里面传出唐小玲低沉的声音：什么事？曹阳呢？唐小玲本来就对家里人充满怨念，现在听到唐明海要找曹阳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你找他干什么？我都说了，以后不会再求着家里，也希望你们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。